眼前这个少年穿越到此方世界已经14年了，没有系统，没有天资，只有个名为根基增幅的残废外挂。这些年靠着缓慢增强的根基，还有几位渔民微薄的善意，艰难活到至今。但就在今日，少年又被一个带有缺陷的模拟器绑定，每次模拟都要消耗根基，而且他惊愕地发现，2个外挂组合在一起居然可以正常生效，模拟中自己增长的根基同样可以继承。这是一个武道世界。2年前，双亲因一场意外离世，他为了活下去，被迫与当地的帮派签下20年的卖身契。如今自己的2个外挂到账，他当机立断，当场选择开始模拟。丁，根基减1，目前根基113。大清269年，你在原地眨了眨眼，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模拟。你可惜地发现，模拟中无法进行2次模拟。为了模拟之外的本体，你决定继续当你的童工渔民，直到苟活1年回本再说。大清270年，这1年来你主打的就是稳，稍大点的风雨就不愿出船，终于苟到15岁，根基加1，达到114。大清271年，曾经帮助过你的王老头过世，他的儿子哭得很伤心。大清272年，你仍在打鱼，随着技巧经验的上升，不仅能够维持温饱，还能剩下一小笔铜钱。大清273年，帮助过你的继叔媳妇生了女儿，但你听说女儿是乘船的一名年轻少侠留下的，你决定以后在现实中改变继叔的命运。大清274年，你19岁，继叔劝你该成亲了，你心知自己养不起媳妇，也不愿留下情债，不如去城里的红沙坊走肾。你走了一趟肾，1个月白干，决定再也不走了。逼养的瓢虫，你没有手吗？大清275年9月，出船大收获，走肾2次。云寿啊云寿，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定下的练武计划你都忘了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大清275年11月，西西我才是本体，走肾1次。大清276年，你听说有人得了花柳病，死得很惨，看了一眼后，你停止了走肾行为。大清277年，你22岁，根基120，自信满满的你带着攒下来的钱去城中武馆求个记名弟子当。武馆长捏骨后表示你资质一般，又穷，他们不收。你去武馆的事传到清河帮耳中，3个大汉把你痛打了一顿，临走时留言：你这贱命还没还清，也敢想着成为人上人的武者？这清河帮难不成真要硬控我20年，直到32才放人？大清278年，你自闻江湖上又出一名大宗师，名震千里，连眼界低下的渔民都有所耳闻。大清280年，在出船时，你看到2道身影踏在湖面上闪动，剑气消飞数米水浪，你迅速划船认走。次日，清河帮下达命令，所有渔民出船，在清湖附近搜索一个年轻男子。你意识那便是昨天战斗的2名武者之一。众渔民啥也没找到。1个月后，风波渐息，你感慨自己不是主角命。大清285年，晋国与隔壁5国发动战争，你被抢征入伍。你进入军营，进行了为期1个半月的训练，在包含武道基础的训练下，你觉得自己算是不入流的一个武者了。大清286年，你随军队抵达前线战场，仅仅休息1日，你所处的部队便负责出击，在上千人的战死中，晕在战场上的你再也没有醒，你死了。模拟结束，请选择以下传承奖励。我选3。丁，根基加17，当前根基130。1.3倍，这下子应当比普通人要好上一点了吧？不过想让武馆收徒，恐怕根基至少得200甚至300才行。不当人的清河帮这些年来尽占我便宜，他日必当一一清算。开始模拟。丁，根基减1，目前根基129。大清269年，得益于你的好身体，每天捕鱼的收获都比先前强了不少。大清270年，清河村中的朱老头捕了一条小黑龙，是相当珍贵的黑血旗鱼，被清河帮奖励了30两银子。上次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个片段？难道是我心态实力变化导致的蝴蝶效应吗？大清271年，你偶然间听闻少年英才大比的召开，参加大比的少侠们起步都是2流层次的武者。你也打听到了武者的层次划分为不入流、3流、2流、1流、武师、宗师，其中武师便可以开设武馆，乃是名震一方的强者。整座青城身为北川郡少有的大城，也不过坐落3家武馆。大清282年，你终于凑够了钱，提前5年赎身，凭借还不错的身体体质，成为了城中大户楚家的一名护卫。你接触到了正规武学，你选择了铁身功。你这一批新护卫开始接受训练，同时分配到了巡逻楚家大院的任务。1年后，铁身功入门，你感觉自己的身体强度得到了额外提升。大清285年，你的武道更进一步，你感觉肌肉力量已经锤炼至一定水准，隐约能感应到体内气血，但你拿捏住气血，在3流武者中便也算中上档次了。同年，庆国宣战5国，3个月后，各地进行征兵，但你是楚家的护卫，抢征也征不到。大清287年，宗师会如期举行，但转机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出，那是一场陷阱。道门与庆国一起出手，5国宗师当场陨落6尊，5国盖世大宗师含怒出世，一掌可轰开城墙，5国大军连破3场。你拥有2个单独拿出来就是废物的外挂，但他们组合在一起就是无敌。在上级模拟中，你得知敌国顶尖高手介入战争，帮助敌国大军连破3大城池。在模拟的第19年，你利用楚家护卫身份，把以前帮过你的熟人接到了城里。今年你33岁，根基增幅达149，唯一可惜的就是练武太晚，在皮魔这一关卡住。你在楚家如今算是高级护卫，距离队长只差1步。
你听闻楚家人在斥骂五国大军，因为对方不接受他们的投降，就是要屠城。你收到命令前去守城。第5日，即将城破之日，你看见城中的一名老者飘然登墙。你认识他，是一个被废掉的武师，开了家算不上武馆的武术学堂。然后老者使出某种超乎想象的力，你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巴掌拍死数千人。自此再也在没人于青城见过他。模拟第20年，两国休战，暂时和平。你也在这年诞生了内里，你成为了楚家护卫队队长。今年你34岁，季叔的女儿极小于15岁，总是到你的住宅来找你。你手下的队员经常调侃队长小媳妇又来了。模拟第22年，你的铁身功大成。模拟第23年，靠着楚家提供的资源，你开始进行气力合一、换血凝肉，在2流之境稳步前行。可惜还是年龄拖累了你，前进的道路千难万难。模拟第25年，知名采花大盗夜入楚家大门，抢走楚家千金楚仙儿，你奉命全城搜捕。你在一处小屋中找到2人，发现2人亲热的不得了，你意识到这是私奔。你被宋玉郎发现，对方乃是少年英才，年纪轻轻武道修为逼近1流，你2人一时间分不出胜负。楚仙儿一直在给他加油，关键时刻，你的队友赶到，宋玉郎逃走，而楚仙儿一直辱骂你和队友，你充耳不闻，自己工钱又不是他发的。楚家家主对你大加赞扬，宋玉郎算是风云少年榜级别的天才，能与他纠缠许久，足以称上一句好手。半个月后，楚仙儿向你道歉，说自己太年轻，被宋玉郎的花言巧语迷了眼。你饮下他的谢罪茶，半小时后突然腹中剧痛，你死了。卧槽，傻逼恋爱脑啊！我出于护卫本质，出于家主命令不给他谈恋爱，他反手下毒弄死我。丁，本次模拟结束，请选择以下奖励传承。我选2。丁，选择继承武道修为，正在发放。铁身功被模拟中的自己练到了大成，还有一门霸王刀法也练到了一定水准。模拟器里的宋玉郎现在估计还没出生。夜里，云兽的精气神都强得惊人，半夜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硬是通了宵。今天模拟完之后就再睡吧，反正清河帮又不是死死盯着每个渔民。开启第3次模拟。丁，根基减1，目前根基128。模拟第0年，利刃在手，一起杀心。2流武者的实力让你的行为举止之间都不自觉地带上了自信，胆气随之放大。在一天傍晚，清河村名声不好的少二蛋表面上和你聊天扯拐，实际上他的同伴在后面偷偷摸走你的渔获，然后说是自己捕的。你把他们打得麻痹开花，他们的惨叫引来了几个清河帮成员。这几个普通成员不过是3流武者，但你以稳为主，不愿发生冲突。可其中一人却冷笑一声，说要试试你的斤两。看到地上的少二蛋脸上带着一抹狠笑，你大概知道这名成员和少二蛋之间有某种关系。你几招就将这名成员先打，虽然比不过上次模拟中的巅峰时刻，但至少也是一名2流武者。内劲爆发下，2流之下先有敌手，另外一人也要出手。你不愿连续招惹麻烦，解说是少二蛋先惹的事，并塞了一桶铜钱。原来是这样，看来是我这王家兄弟有些不厚道。不过你这力气可不小啊！你随便瞎扯了一顿，说自己在外遇到一名白发老头，给了自己机缘。清河帮帮主徐若海召见了你，一阵摸骨后，感觉你资质只算一般，却诡异的拥有了内劲和相匹配的身体素质，排除了你自己偷偷练武的可能。帮主沉思良久，决定让你加入清河帮，并将卖身契当撕掉。你加入了清河帮，知道这个帮派手下势力辐射的范围，包括清河村在内的13个盐湖村落。你现在已经不用打鱼，每天的工作就是护卫跟收租。模拟第1年，你抽空去了青城，尽管上次模拟没有选择继承记忆，但凭借着简短的介绍，足够让你找到符合目标的人物。在青城一处偏僻的街道，你找到了一家门面，发现一个名为朱宝文的老头。你确信这就是你要找的人物，并提出希望朱宝文收你为徒。毫无疑问，他拒绝了。模拟第4年，这3年间，只要你有空，就会时不时的拜访朱宝文，而且每趟都会随一些小礼物。朱宝文似乎被你打动了，偶尔会让你在他面前练上几招，然后指导你一番。模拟第5年，你成功气力合一，对身体的掌控能力更进一步。模拟第6年，你在清河帮混成了小头目，成为帮派里的13把手。你拥有2个单独拿出来就是废物的外挂，但他们组合在一起就是无敌。接上集，模拟第6年，你成为了清河帮的13把手。模拟第7年，又一届少年英才大比在5国召开。你听说前10名皆是25岁以下的1流武者，第1名更是独领一代风骚的武师。模拟第11年，朱宝文提议你散功，因为铁身功只是大陆货，上限不高。你思考一番，决定散功。模拟第12年，清河帮与白羊帮结仇，你连斩13人，身上也多出许多伤口。若是不散功，你的伤势还要轻一半。模拟第13年，你完全散功，你的战力下降至低谷，只相当于普通的2流武者。模拟第14年，朱宝文悠然问你：后悔散功了吗？你回答道不后悔。朱宝文哈哈一笑，手指点你的眉心，传了你一篇混元诀，其功能性十分强大，可以彻底去除散功所留下来的后遗症。从此之后，你再也没见过朱宝文。想到5年后的兵临城下，你不仅眉头一紧，但好在你还有足足5年时间。模拟第15年，你用混元诀彻底抹去铁身功的一切痕迹。你向帮主请求索要他的优秀武功水轮功。帮主很高兴，因为你散功等于自废潜力，几乎没有威胁到他的可能性，所以他便展现得大方一些，这样更容易收买人心。随后很乐意将功法进入。
模拟第16年，在你的劝说和一定的财务支持下，不少熟人暗中离开清河帮，迁去了更内近的身份。其中甚至有王老头，在你明目的关照下，他比原本的宿命搏多了足足10几年。3月后，战争爆发，各地强行征兵。模拟第17年，你听闻前线大败，主要原因是五国出现了一位先天龙象，随手便能轰出万金之。这些天，渔村的人都少了很多，连清河帮也清静了些许。模拟第18年，你水龙宫小城原本因散功停滞数年的武道修为重新开始起步，在这一日，你终于完成了换血凝肉，距离一流武者只剩下静气外放。1个月后举办的宗师会上，五国赴约的宗师受到坑杀，6死3伤。你知道五国的大宗师即将出世，你抽了个机会，直接远走高飞，脱离清河帮，远离青城。算上模拟4世数十年的光阴，终于要走出这片小小天地了，更广阔的世界江湖在等着我。五国大宗师出世时，你已经来到了河岸镇，这里是个相对和平的小镇，只是最近附近山上住下了一头猛，对过往者造成威胁。武者在不特意的掩饰下和普通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没过多久，镇长便上门请你相助屠虎。你犹豫了一下，确定屠虎者不止你一人，且给予的报酬挺丰厚，你接下了这一任务。随后，你与自己队伍的5名临时队友见面，皆是2流水准的武者。你听队友述说，那匹猛虎凶猛无比，不算尾巴，体长1丈有余，身头长1丈的老虎。你清楚自己6人中必有伤亡，但你并没有感觉后悔。近10天的对练中，你们加强了配合能力，而你也了解到，在队伍里你的实力最强，其次则是一名叫叶红旗的青年。入山1天半，一阵血腥气味顺风而来，站在高处望下去，只见山谷中满是白骨鲜血，还有大量的碎肉。其中一名队友差点吐出来，他虽是2流武者，但明显此前没有见过这等血肉模糊之景，最多就是与人对练，一剑封喉敌人之类。突然，你们后背发出声响，你蓦然发现，那只巨斧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你的身后，战斗一触即发。最先出手的是中年武学斗苍，随后就是一支飞剑射出。你和其他队友紧跟上，与猛虎纠缠在一起。突然，猛虎不顾自身伤势，就偷袭袭去，一名队员当场死亡，又是一波，另一名队友同样惨死当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叶红旗突然爆发出更强的力，你们一度压下。最终，在生死压力下，叶红旗临阵突破1流武者，将劲气附着在长剑上，一剑将猛虎王枭首。你们安葬了死者，然后将虎骨熬成汤，虎肉架上烤。猛虎王的一身血肉精华被你吸收，吃完后只感气血澎湃，浑身精力充足。你和用功的女武者看对了眼，和他一起走了肾。事后江湖再见。你接受镇长的谢礼后，继续踏上旅程。你的目标是走遍天下。模拟第19年，你听闻青城被破，五军3日屠城，硕大的一座青湖化为人间地狱，丢进青湖的尸体将青湖染成了红湖。你叹息了一声，继续练武，在东陵城暂住。模拟第20年，你发现水龙宫似乎不是那么适合你，你开始有意无意的搜找更好的武功，要找出更适合自己的强力武学。接上集，模拟第21年，由于少了朱宝文的出手震慑，五国大军一路南下，你感觉周围人之间气氛惶惶。半年后，你也离开东陵城，继续往南奔走，最终你在杨雪城住下。模拟第23年，庆国割地赔偿，战争结束。这时，你的水龙宫大成，除了霸王刀法外，你又练了一门叫百战枪诀的武技。模拟第25年，你加入天河武馆，成为一名武馆教习。次年，你逐渐获得武馆主方明月的信任，你申请转修天河流转这一强悍武学，并与天河武馆签下终生契约。夜里，武馆主方明月命弟子去探索你的过去，因为天河流转是能够直通武师的高等武学，他要确保你的忠诚度。但他们最早也只能听闻你在河安镇击杀恶虎，因为你出生地青城早已被五国军队屠过一遍。经过发誓、签约等一系列操作后，你和天河武馆的关系更加密切，再也不是拿份钱干份活，想走就走。你习得了天河流转。模拟第29年，你成为了1流武者，天河武馆为你举办了一场庆功宴，整座杨雪城大半的武者都有参宴。你茫然坐在主位，意识到自己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人物，可称一方名宿。在庆功宴快要圆满结束时，却有人砸了场子。对方是一名叫王爷的外来武者，具体实力无人知晓，只知他也是位1流武者。王爷抽出银剑，要与你比试一番。在此众人都知道，他是要扫落你的颜面。你欣然应战，你们2人大战数百个回合，关键时刻，你的钢刀断裂成4段碎片。你内心暗叫一声不好，唯有倾尽全力做最后一搏。你甚至将浑身上下所有的劲气全部轰出。这一击后，你经脉胀痛，体力抽干，几乎要摔倒在地上。你决定一旦对方没事，便飞速认输。但你听到一声惨叫。只见此时王爷捂着裆，其他人望向你的目光都带着古怪。不管你有意无意，这第一次1流比试却不是落了个好名声。模拟第32年，你护送馆主关门弟子白离光去参加新一届的少年英才大比，途中遇到一伙山贼。你看着白离光短短时间内就干掉对方多人，一人把这伙山贼逼退。没想到数日后，300名士兵围剿而来，原来是逃走的山贼向城主举报你们乱杀无辜。你不想与他们纠缠，一把抓住白离光开跑。士兵虽多，但脚力不如你们。来到临城，拜访当地武馆，将此事宣传开后，你们去齐天峰参加了大比。
白离光取得大比第24名。回去路上，你们收到了各类赔偿，还有一封来自城主的道歉信。既然赔礼已到，你也无心在意真相。模拟第34年某夜，一枚赤色的陨星划过天穹。4月7日，一夜之间，信城化为死域，10万计的生灵举行飞虐，血气冲天，染红云霄，举世皆惊。4天后，葛元城被屠，8万余尸骨堆作白骨山，周围人心惶惶。你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你想离开杨雪城，奈何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这是怎么回事啊？哈马的武侠世界怎么变成恐怖末日了？几天毁一城，难道是什么千年大妖出世5月18日，终于有幸存者看见了一道身影，是一道不似人形、头生双脚的生物。6月8日，连续2个月，9座城池、3处宗门皆被屠戮一空。已听闻5国庆国宁国的隐士大宗师皆为此出关，齐聚一堂，要灭杀那些人。6月14日，无上大宗师还没集合，你就看到了一尊身影出现在了身前。恶魔，这是你心中最后的一道念头。你死了。丁，本次模拟结束，请选择以下奖励传承。擦，本来还以为能长命百岁，又找到了组织跟一个安稳练武的地方，那个恶魔是从哪蹦出来的？根据模拟器的描述，那玩意的画风完全不像武侠世界啊，难不成是有什么神秘的老魔头一下子不小心把自己练成了畸形？罢了，先选奖励吧，有实力才能活得更久。我选2。选择武道修为正在发放。云兽想着那只神秘生物带来的压力，还有自己一整天没睡，强烈的困意袭来。我还有模拟器，事已至此，还是先睡觉吧。小兽，今个没见着你呢。今天遇到个怪人，非说我是武道天才，要收我做徒弟，说不定我也很快是传说中的武者了。别被哪来的老乞丐给骗了吧，咱们这个天生捕鱼的命练不成的。那王叔你就看着，时间会证明一切。云兽啊，接下来几年我可能无法在打鱼这一方面对你多加照顾了。千万别这么说，季叔，这2年你已经帮我太多了。不过接下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清河帮说要拉一批船行稳的人去做船夫，其中就有我们2口子。怪不得模拟中季叔为何会被戴帽子，原来是媳妇当了船夫人。我还要继续变得更强，早日掌控清河帮。接上集，3次模拟的你成就了一流武者。这次模拟后应当要选根基了，现在已经和普通人差不多了。一流武者的开局，希望云4可以活得更久。开启第4次模拟。丁，根基减1，目前根基127。模拟第0年，你不准备像以往模拟那样装渔民了。你向星河帮族展现了一流武道修为后，徐若海变得非常好讲话，他当场把卖身契真的粉碎，并要与你结拜为兄弟。然后你发现他试探着想打听你背后那位传功高人，你心中冷笑，婉拒了成为2当家的邀请，并向他借了一些资源。随后你再次进入青城，你在城中听闻有设立擂台，似乎在举办武者比赛，你欣然报名参加，借此一战出名。擂台仅限30岁以下的武者参加，大多数报名者只有3流、2流水准，你轻轻松松连破10几个对手。到最后几轮的对手仅有1人同为一流武者，但他却先你一步主动认输。我乃赤壁客张孝然，我只是来此找一找乐子。既然小兄弟你有心，我确实不能抢了他人所好。你不明他所说的他人所好是什么，你只知道自己要大打出手，名扬倾城。唯一的一流武者选择退赛，你毫无悬念的得了第1。然后颁奖的时候，台下的失败者们都羡慕的看着你。你成为了林家的上门女婿，获得了一个媳妇。尴尬了，居然是比武招亲。你一脸懵逼的跟着林家掌事来到旁边的青女楼，看见了林佑白。我不要小孩。林家对你表达了歉意，给予了你大量的补偿，但你的心眼一向很小，默默的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你为了这次模拟利益的最大化，决定不去接触对事情轨迹影响重大的人。你没有拜访朱宝文，而是前往了其他城镇。你在东陵城住下，没有立即展现自己的一流实力，而是独自慢慢练。模拟第2年，你前往横断崖参加这一届少年英才大比，举办方是流星宗，最终你排名20。现场中有不少人打听你师从何门，其中还有名天河武馆的核心弟子。你的冷汗从背后渗出，不过好在你参赛前考虑到了这点。大赛中主要还是靠着刀技，没有使出天河流转，对方并没有怀疑。模拟第3年，你发现自己修炼的速度非常慢，新到本体这次一定要选根基。模拟第13年，东陵城外来了一伙强盗，在城外数十里的群山间住下，打劫来往行商，数百名士兵都不是这伙强盗的对手。这股势力已经超过了东陵城的应对能力，城主无奈向城里的武道高手求助。最终愿意出手的一流武者包括你只有2人，其余2、3流武者40余人。你们一行数十人进入了山林，很快便引发了遭遇战。对着环境的熟悉度，强盗偷袭得手，抢先干掉你方七人，但他们却不会死。来者中竟有一流高手。在你和另一名一流高手合意的出手，不到百息时间，局势瞬间反转。这伙强盗只剩下1个活口。一名2流武者队友自告奋勇出队，说自己略懂一点拷问之术，不一会便问出强盗团伙的诸多信息。随手结果了那名强盗后，你们开始向强盗老巢突进。
你们陷入了乱战，没想到这伙强盗的大当家是一流武者，你跟贺毅齐心协力，才能勉强压过他一头。眼见局势越发不妙，强盗首领突然转身就跑，留下众伙小弟。你和贺毅第一时间没追上，只得回头将负隅顽抗的强盗一一斩杀了。你当心大当家会进行报复，提醒了城主，但城主表示一个强盗难成气候，相信过不久就前往他处，所以不用担心。半个月后，你在宅院中突然感觉街道上大乱，找人一打听，是那逃跑的强盗头目来复仇了。城主在府中被一刀去世，强盗报复心强烈，你直奔贺毅住所，两个一流高手合力才稳妥。当你赶到时，却发现贺毅躺在血泊中，但强盗首领见到你后拔腿就跑。你意识到他的劲气所剩无几，开始追杀上去。你们连跨数条大街，强盗首领最终停留在一处地方，与你遥遥对视。你明白，这是一场殊死之战。你和贼首开始战斗，对方每一击皆是势大力沉，但很明显不如半个月前强势。最终你击败了他，然后摸尸。你惊异地发现了一本宗师武学，简单翻阅了下，发现还是来自五国的红牛宗。你收下这本武学，却不打算转修。后来你得知红牛宗10几年前叛逃了一名弟子，具体信息都跟强盗首领对得上。模拟第24年，东陵城调来了新城主，新城主比旧城主更甜你，他明显将你视为一流武者中的顶尖高手。模拟第25年，你又听闻道门要召开宗师大会，数次模拟的你知道这是一场陷阱。模拟第28年，你的宅院突然有年轻人拜访，你仔细一看，居然是叶红旗。你略微回忆一番，想起来这是跟云三一同屠虎的队友。你作为前辈高人，认真的指点了他一番，态度很是热情。叶红旗对此感激不尽。接上级模拟，你击败了同为一流武者的大当家。模拟第28年，你再次来到河岸镇找到猛虎，目的就是想试一试如今的事。你将猛虎的尸体拖回河岸镇，让酒楼设了一场虎肉宴。你谢绝了镇长的招募，扬长而去，回到东宁城。模拟第29年，你听闻有一位武道至胜于倾城出手，一巴掌灭万军。不少武者都前往倾城瞻仰武圣的巴掌印。模拟第24年，你38岁，根基152，进入实力飞速提升期。模拟第26年，你在酒楼享受美食，却听到旁边传来男女交谈声。玉郎哥哥还是跟着你自在，比那个古板的楚家要有趣多了。希儿妹妹，这世间还有很多大好风光，哥哥还要带你去一一见识呢。这可是害死云儿的无命之仇啊！如果不是这个恶毒的女人，说不定云儿都能够达到一流。出手吧，云四就当是为了云儿复仇了。报仇归报仇，但你清晰的明白自己明面上是一个正派人物，哪能随随便便杀害一对和你无冤无仇的狗男女？见过前辈。年轻人，我有要事与你分说。年轻人，你看我大刀利不利？你猜猜看，砍死你要几刀？前辈，您可以明说吗？如果不是楚仙儿就在不远处，宋玉郎就当场要跪下了。简单，我心思狭隘，平生最厌恶你们这样的俊男靓女当众调情，见不得你和他好，想要平安无事，就一脚踹开他。有了婚约就休妻，若是两人私奔，那就让他从哪来的滚回哪去。否则，我不介意在你这张小白脸上留下一些疤痕。你相信，对于一个恋爱脑而言，情郎主动分手，那造成的杀伤力绝对比杀了他还令他难过。你回楚家吧。玉郎哥哥，是不是那个家伙威胁你了？我只是玩腻了，你当真自己是什么好货色了？你这种的我玩了没有100也有80，只是想尝尝玩个久一些的。他冰冷的话如刀子刺入楚仙儿内心，看着楚仙儿面色变得惨白绝望，你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人与人的悲欢不同，你在角落里像一条阴暗的蛆，扭动着笑个不停。模拟第29年，你劲气入骨近半，10年内你必然能抵达一流武者的极限。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在5年后出现的恶魔手中活下来。你心中有2个选项，一是躲在一些偏僻的小地方，等那些大宗师一同出手干掉那只怪；二是逃离三国之地。你首先去了一趟金风楼打探相关资料，3个国度的领土之外，北边是大片的荒土群山，几乎什么活物都没有；南边则是一片原始丛林，充斥着各种毒虫、沼泽。西方是沙漠，太过广阔，曾有宗师探索到尽头，说是来到一片大草原，有游牧民族等。东方是孤海，曾有异域人渡海而来，说是在海中漂了大半年。总之，东西方都是因为难度太高，几乎没人去探索过。不过这2个方向的尽头倒是都有不同的人类文明。你决定先在东陵城生，等到还差1年的时候，带着物资去南方边疆。模拟第31年，最近你的练武频率下降，主要开始吃喝享福，还有赌肾。模拟第33年，你开始收集各种物资，前往南方。你横穿庆国，抵达边疆的一座叫枯叶镇的小镇。镇民对你的出现感到诧异，听闻你要深入丛林，他们都好心劝你不要作死。丛林深处的毒物防不胜防，这些年里面死过很多武者。你听了镇民们的警告，于是在枯叶城住下。半年后，你与枯叶镇众人相处甚好。不过这座小镇信息流通缓慢，换作在东陵城，一魔屠城的消息早传入你耳中。模拟第35年，一个惊天消息传来，7名大宗师在5国5星岛联手诛杀一只不知从何而来的异魔，无上大宗师们一同出手，声震10里，然后他们被异魔一招秒杀。
怎么又来个数值怪？这到底是不是朱宝文失控魔化所变成的怪物？还好那个异魔是在30多年后定时刷新的，只要不停模拟下去，他必不是我的对手。你疑惑大宗师都被秒了，那么信息是怎么传出来的？打听完消息后，你内心一沉，意识到那异魔是有智慧的，他用某种手段将观战的宗师转化为人魔，将秒杀大宗师的事情传播出去。同时，他要求所有人类通通臣服于他，成立人畜牧场，每日献上至少1000人类血食。为什么每次出现反派、恶魔之类的都要人血练功？以人类为食，养猪不行吗？养牛不行吗？非要盯上人类不可是吧？接上级模拟，你得知7位大宗师联手诛杀异魔，却被一招秒。异魔花了3天时间，将我国120万军队扫灭了119万。3天中，大多是用来赶追杀，留下的那1万是逃得太惨。大量平民跟武者屈服，只为给自己争取一个人奴资格。短短半年，庆国跟武国沦陷，大量的平民武者逃离3国，来到南方。以前害怕一个人进入原始森林发生危险，现在一群人与我结伴，共同入林。你苦笑了下，然后跟随大部队进入林中，属于人类的绝望气氛笼罩而来。模拟第37年，你和逃亡者们组成筹谋盟，为了防止被一网打尽，又划分出许多村落，每座村落至少有1名宗师坐镇。你听闻还有3位宗师带着数千人深入这片原始森林上千里，只为给3国人类留下最后的火种。林中环境艰苦，常有人死于毒虫、寄生虫，缺少食物，但你们终究是在这里生存了下来。模拟第38年，陆续有人逃入林中，从他们口中你们得知一个庞大森严的魔国正在迅速完善自身。模拟第39年，正在巡逻的你发现了一队诡异的士兵，神态外貌不似正常人。他们发现你后，却不言不语直接袭来。这些士兵只相当于2流武者，见他们无法交流后，你留了一个活口，提着他回到你所在的枫兰村。村内武者围了过来，根据最近外界风声分析，面色难看的得到了个结论：异魔的转化能力下调扩散了，他现在大量改测生产这种魔化士兵，难怪最近2、3个月没有新同胞逃入驱魔林了。接下来半年，魔化士兵开始频繁的出现，其中还出现了堪比武士的魔化将领，在驱魔森外围的村落都选择向更深处迁移。模拟第43年，随着进入驱魔森的魔化武者越来越多，你所在的枫兰村被发现，一名魔学者的实力竟压过你方宗师一头，整个枫兰村被重重包围。你方宗师以静气传声，让所有人尽全力突围，两面夹击，十死无生。你选择挑战。你大量的血本炸裂，大脑混沌不堪，但你腹中却生出一道道暖流。在生死压力下，你在战斗中突破，成为武师。你没有大喜过望，反而以静气强行催化激发生命潜力，脱离战场。不少长枪剑矢击打在你身上，你的生命如同残烛摇曳。3天后，你倒在地上，只留下一口气。被紫星村的武者捡到，回去照顾了半个月才脱离危险。老爷子好身体，这都能活下来。你苏醒后向他们告知了遭遇，紫星村负责人则在叹息中表示：我们已经准备阶梯式向林深处转移了。这时你惊讶地发现，这位宗师李天兵还是你的熟人，是你当年16岁那届少年英才大比上的负责人，他也认出了你。乱世中的熟人相逢，对你和他而言都是一种幸运。模拟第46年，你60大寿，往驱魔森深处迁移了2次，但魔军还是越来越逼近，又2个村落在这些年被踏灭。模拟第47年，你和李天兵来到筹谋盟总部，其中一位15岁的少年引起了你的注意，剑气在他身上几乎化为实质，已经凝聚了自身的武道意志，实力无限逼近宗师。模拟40，时长超过100年，却偶遇天赋怪，15岁武师巅峰，强如怪物，不可战胜。只见这3人一开口，所说之事便是让所有人加入他们所在的反抗军，要与魔国进行战斗。在场的众人都觉得他们疯了。当你们表达了拒绝后，你们这群胆小鬼，逍遥自在10年好不快活，却完全不知外面经历的是何等的地狱。可纵然再多么绝望，他们依旧没有放弃。在城市中，有身为下等人奴者暗中违令习武，在如猪羊生活的球圈里，地上爬行之人的眼底闪着火光。少年含怒而去。当他即将走出山洞之时，已无视周遭同伴，个人的目光大步迈出，选择跟随少年3人。你断定此人将来必定不凡，以其身陷绝望，不如放手一搏，还能为本体打探更多的情报。你结识了北辰光、江月离、楚河商，你们跨越边界，穿行千里，中途杀死不知多少魔化士兵。你们通过一些特殊手段进入白县城，这里同样隐藏了许多反抗者们。直到有一天，北辰光当着上万人奴的面，将一名魔血者行刑，头颅滚落人群之中。星星之火于白县城点燃，原本麻木的人群中冲出一群猛士，宗师就不下于3人，更有一人凶猛无比。你认出来，这是当年2国战争中的那位先天龙象。你加入了北辰光所在的反抗军，吹起反抗的第1号角。面对超过3000的异魔大军，众人没有退缩。其实，整个反抗者组织大半的强者都聚集在了这里，这里距离异魔最远，天下无敌的异魔自7、8年前就开始懈怠懒惰，前来的只有魔血者。而你们在这10年间就已经发现了一道反制手段，
那就是以魔融铁，炼制魔兵，防御力与攻伐之势十分显著。3000魔化士兵很快被清剿干净。1个月后，一副魔甲出炉，穿上他的自然是北辰光了。周围的魔学者调动军队，要剿灭白县城。北辰光一人杀入万军中，硬杀子上中3大魔血。你在大后方打铁。老实说，比在驱魔森中安全多了。模拟第48年，你还在打铁。同年，一支人魔袭来，一掌击退那位先天影像，白县城宗师齐出，最后由北辰光将之斩首。模拟第49年，你听闻北辰光潜入魔城，施计独身坑杀一只人魔。模拟第50年，你听闻北辰光一人独自杀向圣王宫，一剑展开宫殿一角，并活着回来。同日，众人离开白县城，进入平野中。后来，你听闻驱魔僧被下定决心的魔军扫荡，上万人还被运送到边境。你们在荒野中流浪，在你高超的打铁技术下，一件件魔甲出炉。模拟第51年，反抗者们所有埋下的后手一起揭开，上百座城市同时爆发叛乱。虽然很多都在短时间内被镇压，但亦有很多份的魔血被送到你们手上。这一年，北辰光20岁，进阶无上大宗师。面对宗师人魔，他仅凭神意就能将其压得跪地。他穿甲戴盔，以10万魔化武者的魔血锻造的神兵被他穿上，再直奔圣王宫。这就是时代的主角吗？没人知道那一战的结果如何，因为北辰光与异魔都再也没有出现。30万人魔，400多魔学者，50万左右魔化武者，这些是留在你们面前的烂摊子。在魔兵帮助下，不可再生的魔国消亡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是持久的拉锯战。模拟第54年，你已经68岁，根基增幅达到181，你的打铁水平高的可怕，魔血在你手上的利用率相当高。模拟第58年，你听说魔国要与人类议和，作为抗魔元老，你投了反对票。模拟第61年，魔国势力退缩至1/3，只有元庆国还处于他们的统治。模拟第63年，你发现北辰光当初的女伴江月离整日失魂落魄。模拟第66年，你80岁高龄，但身体还是好好的。模拟第71年，魔化武者已经不足10万，人魔高层开始频繁出手。模拟第76年，晋升宗师的江月离身穿魔甲，一路杀至某位人魔面前，追问20多年前那一战的真相。魔皇当年的那一战，两人一路打出圣王宫，战斗在大地上离出一条长沟，但最后两人都消失在东海上，我们也是搜寻多年未果。模拟第86年，你100岁大寿，宴请八方，你的很多徒子徒孙来宴上拜祭，你是第一代神兵锻造者，现在正安享晚年中。模拟第99年，魔国势力终于崩溃，剩余的人魔魔血者四散八方。模拟第119年，你躺在床上感受生命的缓慢流逝，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最终以武士修为活到了133岁。没有人认为这有遗憾，是喜丧。人类新国度为你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以敬抗魔英雄。你死了，终于结束了，安息吧，云四。丁，本次模拟结束，请选择以下奖励传承。不带犹豫的，我选3。选择根基正在发放。这不是简单的武道资质达到天才级别，而是生命本质也随之提升。云兽的武道修为没有一丝变化，但他的力量、身体强度、静气质量等全体进行了一次飞跃。现在的实力绝对稳压帮主徐若海一头，不能飘。14岁的自己是一流天骄，但还有一个15岁的宗师，20岁的大宗师，现在也就能打一打千鹤帮。城里还有3家武馆，起码3名武师。我没别的缺点，就是怂。热血的是让模拟气得我上，现实我只玩碾压局。在上次模拟中，你活到了寿终正寝，继承了模拟100多年的根基。鱼龙舞，这是诞生了一条鱼王，这应当与模拟器中的那只猛虎王一样，都是超过生物极限的某类异种，体内还有一些特殊物质，可以强化人的本源根基。武者来插鱼，什么叫降维打击？这就是你不要命了，鱼王你也敢私自烤了吃，被清河帮知道要沉湖的。王老头，还记得我昨天说的吗？你那天的玩笑居然是真的。我昨天遇到了师傅，他说我跟古强的惊天动地，带我练武，这清河帮的规矩已经管不到我的头上了。季书家这是进贼了。小笔崽子看什么看？滚远点！这小破屋也俩翻就翻了，你要是敢跟这户渔民说了，把你屎打出来。懂了。
打出屎来是吧？饶命啊，爷爷！别踩了，别踩了！求你不要！真没有爷爷，我才刚拉。好吧，确实没有，我相信你了。想了想，把你们这两个臭气熏天的家伙丢在几处窗边不好。今天连续经历了2场战斗，充分展现了我的实力，真是痛快。又到了新的一天，开启模拟。丁根基减1，目前根基245。模拟第0年，你刚起床就要直奔清河帮去找徐若海，不过刚到村口，便有几人拦住了你的去路。此人乃是邵一毛和邵二蛋的亲舅舅。难道他们现在就在村口？胆敢背着清河帮私自练武，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清河帮的规矩。你奏完幕间后，直奔清河帮总部，指名道姓要与徐若海一战。你们连战30-40个回合，一度将其压入下风。徐若海当着手下失了面子，恼羞成怒下就要叫众人一拥而上，但你忽然示意停手。说到底啊，这件事还是你们清河帮做的不对，欺负我一个无知少年，签了卖身契，还有幕间那个40岁的老家伙来欺负我一个小孩子，这能怪到我头上吗？是啊，怎么能欺负人家一个小孩呢？帮主你就原谅他这一回吧，他小孩子不懂事，打着玩的。这件事确实是幕间不对在先。这徐若海确实挺会下台阶的，江湖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一切的误会都在这一刻解开，你一人敌不了徐若海，加上其他帮众，徐若海也承受不了种种损失。你向徐若海要了补偿，撕毁了卖身契，再额外给你一笔银钱。次日，你前往青城，打算再次接触朱宝文，但你首先报名了人家的比武招亲，然后毫无悬念夺了第一。你跟着管事见到了林佑白。怎么年纪这么大？我不要老女人。林家人面色不善地将你请了出去，没有像上次模拟那样给予你补偿。你的心眼一向很小，但这次你毫不在意，只觉得心神直畅。模拟第1年，你开始逐渐接触朱宝文，在你日复一日的讨好与拜师下，他勉强答应收你为记名弟子。模拟第2年，你再次前往横断崖参加这届少年英才大比。你的资质算是最前的一批天骄武者，但你的武学天河流转只是小成，也不敢当众使用。面对武学大成又有相适配武技的对手，还是略逊一筹。大比结束，你位列第6，获得了大量的武道资源。模拟第3年，在大量的武道资源与强大根基的帮助下，你的实力飞速提升。在上次模拟中，基于你强大的根基，你的实力进展十分迅速。模拟第5年，你发现朱宝文对你的指点，隐约超越了他自称的武师能够拥有的眼界。模拟第7年，你参加了这届举办方是杨耀门的少年英才大比，你成功夺下第2名。第2名的奖励项目是2选1，一个是宗师级武学日耀诀，一个则是足够5年的武道资源。就在你要做出抉择的时候，却听到朱宝文的声音传入耳中：选择那份武学。这是传音手段，哪怕是宗师级存在也做不到。朱宝文已经不演了。你选了日耀诀。你相不相信我？您可是我的师傅啊，怎么会害自己的记名弟子呢？当然是100%信任。那好，把你现在的武功给散了吧。你心知一旦自己散功完成，朱宝文大概率就会离开，所以这1年你抓着暴露的传音之法一再询问他，试图套出更多的信息。朱宝文大多都是随意搪塞过去，直到有一天，你告诉他自己散功完成后，你发现他的气质变，如同武道至圣将士，每一寸的空气都定在原地不再。我准备要离开了。之后，朱宝文解答了你之前的疑问，只是防止你对武道绝望，他只说了一部分。武道之路很长，却也很短。我所知晓的武道一共也不过区区5步，可是太多习武之人，终其一生也难以踏上第1步。而你还是有很大机会踏上第1步的。精气神完全凝就为一体，便是第1步，也就是宗师。第2步在大宗师之上，而我也则是刚刚踏上第3步。第2步又是怎样？更高的呢？朱宝文没有明说，只是指了一下天，复又指地。这即为第2步。他没有说得更明了，因为武功不可轻传，此为诸事共识。武道有5步，可人世却连第2步也未曾有过，是这片大地太过偏僻，还是天外有天？这一句话终于令他对你另眼相看。若天人合一，可向东而去，去那天外之天。这1日后，你再也没见过朱宝文。模拟第9年，你宗师级武学日耀诀入门。模拟第11年，一位年仅23岁的少侠来青神腰战一流高手，他连战连胜，最后挑战号称2少侠的你，然后被你接连数刀劈的倒飞认败。模拟第13年，你日耀诀小成，劲气不再像天河流转那样呈现蓝色，而是光白色，在一流武者中堪比无敌。你动身前往东源城剿灭强盗，想要验证一番自己如今的实力。
但到了后你才尴尬的发现自己来的太早，那会儿强盗还没搬过来。你再次在东陵城住下，凭着浅淡的印象打听找到一方武林名宿贺仪，你邀请其私下切磋一番。你只出了6成力，仅20个回合贺仪就落败。如今你27岁，根基增幅达258，在种种条件加持下，你已经是3国范围内最顶尖的一流武者。你抱着友好态度陆续拜访城内其他的一流武者，其中一位名宿却暗中在自家弟子面前蛐蛐。看到没，这就是3武者，以他的天纵之姿，这个年纪就应当成就武士，名扬一州。可现在却依然和多年前一样，停留在一流水准，这就是没有前辈指点，大好跟不被浪费。你并没有听到这个名叫赵远的名宿对你背后的议论。我看到了，下次当着你家后辈把你打得哇哇叫。这次模拟完得专门买个小本本，记下模拟中发生的恩恩怨怨，不然进行模拟的时候时间太长会忘记。1个月后，城外来了一伙强盗，专门劫杀过往行人和商队。你一人进入山寨，独占整支强盗团伙。模拟第14年，你回到青城，知道战争即将爆发。战争的起因乃是庆国的村落被5国屠了，或许我可以去看一看事情的真相。若是没有2国大战，节省大量的物资，都可以成为对战魔国的一份力量。2国的边境交界处长达数百里，村落有着数十座。你经过半年的跋涉与确认，最有可能受到袭击的村落有3座。你在一处名为坡土村的村落附近住下，时刻监察附近3个村子的情况。模拟第16年，已达到一流武者的极限。下一步则要使劲气在体内周天循环，生生不息，才可抵达武师。成为武师后，首要就是完成筋骨齐鸣，再则是凝聚武道意志，最后精气神一统，便是宗师。而宗师也仅仅是朱宝文口中的武道第一步。我的未来还有太长的路。你刚感慨2句，却突然发现山下远处有意外发生。我的未来还有太长的路。你刚感慨2句，却突然发现山下远处有意外发生。在上次模拟中，你得知2国战争即将爆发，提前来到2国交界处。你发现山下有数百人正朝着另一座名为小河村的村落行进。从行进的方向来看，他们是从庆国内部出发的。战争起因果然有蹊跷。那里还有一只漏网之鱼。一名士官发现你气质不凡，询问你的来历等情况。我只是一名游历的武者，只有3流实力。我们有要务在身，你一个游历武者先老实点，等我们处理好事务之后再放你离开。所有的角落都要清查干净，不能留下一个活口，事后将5国的兵刃都丢在这。军爷，什么军爷？我们可是凶残的5国士兵，这次专门假扮成庆国军队来屠杀你们村子的。我非在是圣贤，但忠义偏善，力所能及之下，当然要顺着本心行事。既然这般强盗行径，那便杀之无愧。原来如此，你们竟然是5国军队，怪不得如此可恶。一流高手，这是误会。停手，这真的是误会。误会？刚才怎么不误会？真是误会，我们都是庆国军士，不是来自5国，我们来自屠村，全是上面给出的命令。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5国人，以为能骗得到我吗？快跑啊！这狗屎庆国，你们是不能再待下去了，你们去5国吧，正好路近，走个几十里就到了。其余2个村的，你救下了一村的人，但依然阻止不了战争的爆发。一流武者的力量还是太弱了。你选择前往5国，同年战争爆发，你也背负上了庆国官方的通缉令，你的名声一落千丈。模拟第17年，你在5国太光城定居，在这里你的风评却是逆转了180度。这里有着你救下的小河村众人，5国民众对你的评价是一个正道侠客。模拟第18年，你听闻宗师会即将举行，你明白这是一场陷阱，但决定还是不去提醒。以5国人的心气，告诉他们也未必相信。模拟第21年，你日耀绝大成，根基增幅达266。这一年，你终于踏入武师之境，与同样为武师的对手切磋，你仅需几招就能将其击败。模拟第23年，庆国认败，割地赔偿。模拟第34年，你抬头望天，什么也没看到。那只一魔好像是先在庆国出现并屠城，到后面却是在5国秒杀大宗师。你犹豫了片刻，决定前往西方，跨越那无边无际的沙漠，前往传说中的草原。在你即将出发之前，你还是将自己相识的所有人聚在一起，然后留下了一句话：
我梦到有天外异魔降世屠戮整个三国，就连无上大宗师都不是其一合之敌。梦境太过真实，已经将恐惧烙入灵魂，我不得不信。毫无疑问，在场的众人皆是满脸不相信，他们觉得你是练武练傻了。你实在不行，就去找一个媳妇，享受一下人伦之乐，别整天在脑子里幻想什么天外异魔。1个月后，你背着超过100斤的物资赶到了沙漠边缘。进入大漠第15天，你心里辱骂这沙漠大的离谱，赶路了4000里，周围还是一片黄沙漫天。黄昏，你看见了大片土黄色虚影接天连地，这是沙漠中最恐怖的天灾沙尘。进入大漠第23天，你的物资消耗减至30多斤，这3天你减少了大开大合的赶路。进入大漠第30天，你发现了一匹犬类，你激动地跟在他身后来到一处沙漠部落，这里的人粗犷野蛮，见到你第一面就是头至长毛。你慢悠悠地走进这风格简陋的部落之中，突然你发现一位人高马大手持狼牙棒的猛女出现在你面前。在上级模拟中，你在沙漠意外进入了一座原始部落，猛女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顿，见你没反应，抽出狼牙棒砸来。而这时，一位老者从远处慌忙地跑来，用着生疏的三国语言和部落语言交替大喊停手。老者慌忙向你认错，他是这个名为蛇牙部落的巫医，还是这里唯一精通各种语言的人。这真的是一场意外，这些娃娃们误将你当成西方来的草原人了。我也是方才听到描述，才知道你来自那个神秘而强大的东方。你从老者口中得知了这片沙漠的情况，这里同样生活着数以百计的部落，再继续往西深入1000里，则是草原。而他们与草原中的游牧部落乃是世代大敌，事情的起因已经无从追究了。在赔罪宴上，你表示接过先前的冒犯，毕竟没必要刚来就和原住民结死仇。你对老者自称是一名旅行者，一番交谈后，他愿意用最珍贵的地图、药术等手段和你换取一本正统武学。你拿出了铁身弓。你在蛇牙部落提供最好的木屋里休息。半夜之时，这位名叫阿卡奇的猛女闯入了你的木屋。她用着临时跟巫医学的几句话，说你是她见过最猛的男人，所以她要留下你的种。你拒绝了，虽然你喜欢走肾，但也是要看脸的。其实是你不行吧？你当场大怒，要证明给他看。别，大哥，千万不要！你冲出木屋，发现那巫医就在屋子外面听墙角。你当场大怒，让他叫人出来，你要证明自己。巫医闻言大喜，当场就在部落中边呼边跑，顿时不少女子走出帐篷。你证明了自己的能力。Nice。你找那些瘦巴巴的弱女人，也不找我。数日后，你离开蛇牙部落，一路向西，所遇的沙漠部落越来越多。行进数百里后，你发现一座上百米的巨型祭坛，正好赶上他们正在举行盛大的祭祀。你越过围栏，混入祭坛下方数以万计的人群当中。你混在人群中，看着他们相互起舞，气氛焦灼狂热起来。直到某种被药草烧焦的气味传来，你用净气洗涤全身，才发现这祭祀的疯狂之处。不少人拿石头护砸，抱着护。你准备离去，却不清楚这种在祭祀结束前远离祭坛的行为是多么的不敬。当你退出数百米，一名战士注意到了不对，高呼起来：一传十，十传百。你发现周围人群的气氛从狂热变成了愤怒，愤怒的原因是你自己。他们犹如丧尸般向你扑来，千呼百应，重重叠叠。麻烦了。你刀斩光刃，腥风血雨，朝着远离人群的方向大步迈出。一名祭司看清了你的脸，向着祭坛方向长啸数声。这名祭司长啸时竟有劲气色泽闪烁，他肯定也是一名武师。外围的祭司都有这等武道修为，那主持祭礼的大祭司呢？通御神！完了，是宗师！9位宗师集存在纵身而出，更有一位大宗师开出一掌罡气，将你打得全身粉碎性。你气若游丝，临死前心到本体，下辈子不要来这里。你死了，请选择以下奖励传承。这蛇牙部落给的误导太严重了，这片沙漠的武道传承太过畸形，我怀疑这的二流武者都不一定有50宗师多。我选2。选择武道修为正在发放。终于可算是一个人物了，5时便可开始武馆，明洞一郡1州。就是这，我记得那小子就住这。我倒是要看看能把你们2个废物打成这样，难不成这小渔村还真能出来了一条龙？这眼神，这气质，果然练了。你这小子捡了武学却不上报，还背着帮里偷偷练武，你可知这是何罪？在押送你去帮里之前，我还有点私事想要与你好好结算。你知不知道一毛和2蛋是我的外甥，他们虽说不成器，可受到的罪你也得尝尝。我可没那么多心思与你们过家家，我的固定物资点还在等我呢。
混账小儿，这可不是你逞威风的地方。帮主何时成为路边一条了？尽力循环，对方是个50，打个毛！你究竟是什么人？你不可能是那个叫云兽的小子。我都说了，几天前一个老头非要收我当徒弟，我随便一练就成这样了。云小兄弟，你看是不是有些误会？你也在清河帮的管理下生活了14年，我这个帮主做主了，你所有的债务一并免除，耽误了你14年，1年赔偿100两银子。我想问问，你这清河帮帮主是怎么当上的？27年前入帮，敢打敢拼，被当时帮主欣赏指定，于10年前继承帮主之位，又数年突破至1流。那个小海啊，连一个小小的2流武者都可以熬17年，可以成为帮主。那如果恰巧有一名14年资历的武师，他能不能当帮主？哦，可以。徐若海拜见帮主。好家伙，这徐若海在模拟器中就是个很会下台阶的人，没想到在现实中也特别识时务。行了，赶紧起来吧，也不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从今天开始，你是我钦点的右护法，至于左护法，就由你这个老废物来当吧。一切繁杂由你代理，遇到处理不了的事，再由我来。还有清河村的济康夫妻以及我所有的熟人，你要好好待之。明白，帮主。账记在清河帮上，帮我开间上房，这下便可以睡个好觉了。又到了1天1度的模拟时间，开启模拟。丁根基减1，目前根基244。模拟第0年，你一觉醒来，精力充足，准备将今天一整天用来逛青城，体验风土人情。闲逛中，你眼睛一亮，惊喜地发现了邻家比武招亲的报名处。你再一次夺得冠军，只是这次还未进入青女楼，便看见一名年轻女子小跑出来，上下打量你。你就是那个年纪轻轻的清河帮帮主。小道消息说你是把徐若海打了一顿上位的，你真的打得过徐若海那大帮主？此女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擂台上的那个张笑然都比徐若海强多了。你要是真击败了徐若海，我嫁给你又何妨？怎么是个老女人？早知道我就不来了。身为武师，你已经有能力令清河帮扩大势力范围。你们顺着青湖边缘，甚至将手脚伸到了隔壁的离湖城，而掌控的相关势力，则是城中唯一的武馆——白水武馆。白水武馆提出3局2胜之战，若你方胜，他们则让出离湖城，但碍于你的武士修为，输了的条件也仅仅是10年间不得再侵扰。第一场2流武者之战，你手下的3把手落败；第2场1流武者之战，你右护法徐若海落败。一群废物！你不甘心，要单独与白水武馆的馆主白江河一战，胜负结果不涉及底盘之争。最终，你凭借着微弱的优势，逐渐占据上风，将白江河击败。真是英才出少年。你回到清河帮，本以为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每天练武，但没想到意外来得如此快，甚至没熬过1年，便有不速之客上门。对方是一名杨耀门半只脚踏上宗师的武师。实力的暴涨让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点，各个宗门武馆对自家武学看得极重，若是发现有人偷学，则是要废掉武功的。说实话，你的日耀诀究竟从何处得来？捡的不行吗？那我便收回你身上的武功。我可以加入杨耀门，以我的资质，未来绝对可成为宗师。此人年纪轻轻，仅仅14岁就已经是武师，论资质绝对不比我差。不行，绝对不能让此人进入杨耀门。偷学我们武学的小贼，还妄图得寸进尺。赵元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一战中废了，但在你异常雄厚的劲气质量下，两人之间的距离一直维持着某种平衡，直到你们深入青湖超过80里，赵元开始感到精疲力尽。可恶，这小子的劲气怎么如此雄厚？再追下去恐怕会回不到岸边，届时自身难保。上集模拟中，你艰难地摆脱了赵元的追杀。次日，你被杨耀门高价悬赏，你开启了逃亡之旅。被逼急了的你，在一次动手下废掉了杨耀门一名一流弟子。你听闻杨耀门出了名宗师，是要将你毙于棍下。最终，你逃向北方，亦为杨耀门唯一封锁的不那么紧密的方向。1月后，你跋涉千里，所携粮食耗尽，即将绝望之时，却隐约听闻水声，行数十里，得见无垠大海立于悬崖峭壁之上，又见内侧开设有洞窟。你走了进去，洞窟内你发现大段的血色文字，你欣喜若狂。前半节乃是生平，后半节则是一篇武学功法。血元融窍法可吞噬生灵精血，越是同族效果越好，也可提升武道资质，强行催化武道修为。而血元融窍法也有缺陷，容易使人精神失控，走向疯狂嗜杀之路。你将此法记下，然后开始寻求生路。
你一跃而下，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中生存。你顺着海浪漂泊，时而潜水捕捉鱼食，时而游动寻找岸边。模拟第1年，你不知道自己在海上漂了多久，只知道自己年满15岁，根基增幅达245。你用各种珊瑚、鱼骨打造了一艘小船，亲身经历才发现，淡水的问题对武士而言不算事，进气可以轻松逼出多余的盐分。在你散功完成转修血缘融窍法刚入门时，一片陆地轮廓出现在海平面的尽头。你发现这里有渔民，大致是中年男子，但身材极其矮小。你走近与他交流了一番，发现语言不通。此时你才知这里不是三国之地。第一个渔民向同伴们说了几句后，整个渔村都向你拜了下去。他们似乎将你视为了神明。你在这个不知名的村落收到了隆重的礼待。你想了想，还是接受了他们一番美意，大不了以后照顾他们点。突然，一阵古怪的叫声传来，你看见一个干瘦的怪人指着你喊叫。你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却也看出气氛有变。在展现实力后，你又被渔民们供起来。模拟第2年，你16岁，根基增幅达246。在狩猎各种水生生物下，你的资质通过血缘融窍法上涨了半成。在渔村生活了数月，你也学会了这里的通用语言，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这是一个相当愚昧的地方，但凡有一点超越平民世界观的事物，都会被冠上神明的称号。3月份，你受到了隔壁山村的挑战，他们供奉这一尊山神，一头浑身漆黑的老虎。不如猛虎王的货色。渔村获得了大量的粮食赔偿，有了你这尊强大的神明庇护之后，野心开始膨胀，决定对附近的其他村子发起神明战争。挑战书还没送出去，君主的使者来到了。这片国度中，皇族是至高无上的。你们的大木君主要与敌对的黑水君主发起战争，你们要上交粮食和青砖。之后，他命令所有人站出来供他挑选。你在一旁看热闹，却不料正好被他点到。就你了，神使，他不是村子里的青壮年，他是神明将士。养得高就可以冒充神明，有皇族发下来的证书。我可是君主使者，眼界高着呢。赶紧杀了这个妖人！使者流出的鲜血让你眼底泛起了一丝猩红。
无相神表演完后，便以一种愤怒面孔出场，其武道修为有50级。大灭天魔神，好不容易遇到50级别的资粮，怎么能让你逃了？不可能！大灭天魔神明明还有200年才会降世，一个假装成神明人间体的，还真信了那鬼扯神话，还600年以下界的大灭天魔神，要不要看看你这无相神是真货还是假货？你将这位无相神击杀，吞其血流，你的资质继续拔高，武道修为再次精进。半月后，你又被神明堵门，这次只是测上神明，其武道修为都只有2流入门。怪不得当初那个杂牌神猴子敢向我发起挑战，感情很多测上的神明的人间化身没啥实力啊！你随手将其拍成重伤，正要补刀时，这位逐名神向你求饶，说他也是听从别人拜托才来与你为敌的。请求我前来杀你的正是大木君主，而且别人都说大剑师很强大，你不可能是对手，是通过卑鄙的手段才杀了他。傻逼！这方圆数百里还有一个大木君主的统治者，他的侍卫一定很多吧，所以根本没必要直冲府邸，完全可以一边大喊挑衅一边冲过去。如果遇到阻拦的，那就是敌人。解。一路上，随着你叫喊要杀君主，各种的野武者跟杂牌神都跳了出来，但基本都是3流、2流之辈。你将他们屠戮一空，你的称号更新为血鬼。有很多人阻拦你杀向君主，但帮助你的人同样不少，他们自发性的以你为核心组成了一个小团体，自称血鬼百世。你很想将他们也化为资粮，但是这些人对你很尊敬，没有冒犯，你找不到借口。最终，你一路杀到主城外，君主立在最高处，见到你时对你说，他才发现你其实是偏门神明中的刀兵神，他一直是你的大粉丝，请求你不要在乎之前的过节，城中已经设宴，只待你复回。上级模拟中，在魔宫影响下，你一路杀到主城外，你一拳劲气轰出，将城墙炸得震动。君主骤然失禁，他恼羞成怒，一声令下，城门大开，数百名士卒蜂拥而出。眨眼间，你冲入人群之中，掀起一波血浪，血肉横飞。转即又被吞灭一切血源，你如同一个人形搅拌机，将城门之下化为磨盘。血源的补充使你的体力源源不尽，资质与武道修为急速攀升。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眼前的人群越来越少，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城门被关闭。大木君主已完全恐惧，你杀死了几千人，12000的军团已不足8000。拜见大灭天魔神殿下，从此之后，我们便是您的魔神咒，为您鞍前马后，血洗天下。什么？你们果然是一群邪恶之辈，居然还想着血洗天下！作为正义化身的我，看来是留你们不得。如今你17岁，根基增幅达247，已达到武士巅峰，可匹敌寻常宗师。将跟随你的众人杀光后，你再次来到城门前，城门被生生撕开，城中须臾惊万分，街道上杂乱不堪。你走进城主府，突然感应到了高手的气息，是1名武士。大灭天魔神，你不该在这个时间降世，你出现的太早了。快退出人世，200年后才是你的降世之刻。玩扮家家玩傻了。天界的正位神明不会饶恕你的，大灭天魔神，你将受到1000年的折磨。你进入君主府邸，看到了那号称英明神武、身高足达到了1.5米的大木君主。我愿成为大灭天魔神殿下的魔神，为王前去屠灭愚昧众生，将至高皇族拉下宝座。又是一群邪恶之辈，动不动就想杀人，还想成为魔神的手下。醒来！这片大陆还有更多邪恶的君主在等着我，还有更多。模拟第4年，你穿行于这片大地，一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每次屠杀后，你都感觉自己精神受的影响越来越少。同年，血源融窍版大成，影响越来越小。人体是有保护机制的，会自动过滤一些东西。云六帕不是已经变成嗜血狂魔的形状了吧？你向着这片大陆的核心，王族和正位神明的降世身所在之处行去。那个地方被称作神经。模拟第5年，你发现这里的通讯水平极其落后，你都已经灭了大木君主2年。千里之外的藤林君主收到的消息还是大木君主疑似被妖怪控制。模拟第6年，你遭遇了大妖神饮血恶童，号称每天都要吃人心脏，率领着数以百万计的血引众，乃是纵横多个君主领土的强悍野神。你差点以为是宗师，结果交手了才发现百万血引众只是几百，而饮血恶童本人的实力也仅仅是刚入1流。模拟第7年，你来到雪原地区，见到了整个雪原之主冰神女。我可以随你处置，整座北原听从你的一切指令，只要你放过雪原众生。
我看到了你的诚意，血缘允许存在了，我还有钥匙，你留在这里等待。钢界护体，这他妈的是一个宗师高阶。你不禁感叹这个古怪的国度还是有点好处的，这里的神明将士体很多并不是装虚弄假，而是真把自己当成了神明化身。一流水准的大剑师对勉强二流的逐明神毕恭毕敬，即便冰神女身为宗师，也仍旧对你这位大灭天魔神尊敬无比。你心里郁闷，路过一个村子，看他们拜的神不是自己，当场就气得屠了个村。模拟第8年，你的积累早已足够，没有丝毫困难，你踏入了宗师之境。上级模拟中，你首次踏入宗师之境。模拟第9年，你返回北原，将冰神女杀死，然后将整个北原屠戮了大半，留下的一小部分是你没找到。模拟第10年，你根基增幅达254，资质达到4倍多，如今大宗师之下已是无敌。模拟第11年，从神经方向又走来一名体态古怪的人，其四肢纤长，比正常人要细上一半。竹竿怪人一脸高傲，属于宗师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而出。你不是大灭天魔神，你是假冒的冒牌货，因为真正的大灭天魔神还没到出世的时候。真正的大灭天魔神只会按照那些大人的命令于200年后出世，但是那些大人比较赏识你，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点了大灭天魔神之名，封你为正统，欺世盗名的小丑。你的福音到了。你在做什么？你居然敢对我出手！你这无知的爬虫！你这竹节虫乱叫什么？竹竿怪人没想到你会突然对他出手，更没想到一个伪装或竟强大如此，生存的本能压过一切，他转身而走。最终，你一剑将他钉在地上，你见他跑不动了，心一软，结果这竹竿怪人只是派来的使者，便已经是成熟宗师。神经中是否存在大宗师？你放缓了逼近神经的手段，转而在周围打转。模拟第12年，这一年你开始频繁遭遇刺杀，主体是一群自称忍者的2、3流武者，但面对你连破皮都做不到，来一个死一个，来2个死一双。模拟第13年，你听闻神经中传出消息，大玉天明神出世，其实力极其强大，乃是大灭天魔神的死敌，每逢600年就与大灭天魔神一同出世，决出下一个600年的统治者。模拟第14年，你穿行于这庞大国度，八方血路流窜作案，每屠戮一地便至千里之外，凡人一生难以走出的范围，对你而言只是数个时辰的常态赶路。模拟第16年，你与大玉天明神在白顶之山上相遇，其外貌44岁。那一战，白顶山上积累了400后崩塌，山势崩落，战场拉开至数十里。最终，大玉天明神不是你的对手，他先一步一步追赶之时，数名武士与宗师用性命来战。不对，14岁的战斗力也只比云六弱一点，这怎么可能？北辰光15岁也才刚成宗师，装嫩还是开了，你自己清楚。模拟第18年，你在宗师之境锤炼至极限，接下来便是突破宗师壁垒，成为大宗师。这一年，你根基增幅达261，资质加成 5.1 倍，可与大宗师一战。你再次打听完大玉天明神的出没之地，然后直奔而去。果然有问题，进步速度就只比我慢了一点，这不可能是14岁绝顶宗师的成长速度。3名宗师从一局跃出，报出名号为3大正位神明，接着插手战斗，但他们只抵挡了片刻，便是七星。你的实力再度暴涨，大玉天明神再次逃窜，你一路追杀，路途所见之人皆是资粮。你与他远奔数千里，将其炼化完后，眼前突然一亮，前方乃是神经，一片繁荣昌盛之景。连这所谓的大玉天明神都被我斩于手下，还有谁可阻止我的盗林？神经外的护卫见你神色古怪，将你拦下。敢拦下我，已有取死之道。敢恐惧于我，已有取死之道。敢无畏于我，已有取死之道。一个卖面具烟花的小贩呆滞看着这一幕，一动不动。你单手摘下他的头颅，敢对我毫无反应，已有取死之道。街上即模拟，伴随着你一句句的取死之道，一条又一条的街道染上红色。神经的高层、侧上神明、天门神明接连的出手，却阻拦不得你片刻。神落如雨，你走上神经之巅，至高皇族的居所天元峰。你看见一群面色惨白的人，他们正是这片国度真正的统治者，连神明也需要被他们允许才能存在。你看见了一个老人，他的皮肤内部仿佛有银色的浆体在流动，气息每时每秒都在剧增。你毁了我们皇族上千年的积蓄。老者连刚劲武者都不是，甚至用的还只是劲武，但交手时你才发现他很强，但没有强到反着敌视的。你吸走其大把血缘，却没想到老者的生命力强得可怕，伤势不仅快速的修复，甚至连气息都在飞速增长，甚至还要超越你在血缘以100万众生血肉催化的速度。
你注视着老者身上伤势流出的物质，眼底贪婪如火，在纯粹的实力压制下，你将老者的血缘，包括那银色物质完全噬尽，你突破宗师壁垒，成为大宗师，你的资质再次暴涨，达到 5.3 倍。皇族说出了真相，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掌控手段就是将一些武道资质极佳的孩子培养起来，然后用特殊的武学使他们练武时变得畸形，再决定着哪位神明降世。然后他们会宣传迷信，将人言夸张化，再愚昧整成，但这样并不能永寿万代，所以皇族就添加了600年有大灭天魔神出世的设定，而对应的大御天明神将在神经出世，号召正义之君抗击魔君，以达到将战争席卷整个国度，扫清一切不安分，给强大的野心家们重新分配地盘。而无论胜者是何方，都是同一支皇族罢了，从头到尾都是皇族演的自家戏。而神鹰之水是皇族独有的武道资源，可以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培养出一名大宗师，作为每600年两方无敌的神明展开大战。你询问神鹰之水是如何产出的，皇主只是犹豫一瞬，以便不耐烦地砍掉10座，他才慌忙开始带路。此人竟如此猖狂，胆敢走在我的前面，等他带完路，讲解好神银之水产出方式后，我必杀此人。你走入一处洞窟，你看见数十名男男女女被绑住。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一会要用到的妙妙工具。你见到了一条古怪的蛇，这是他们一族饲养了几千年的异兽，被皇族称为八鲲蛇王。只要每日给他供奉30人为食，他便可每10年泌出1滴神银之水，20滴就可让一名武道天才在5年内踏入大宗师之境。一天30人，1年就是1万多人，100年就是100万人，多少条生命浪费在了这条猥琐蛇的口中，太过分了。为了避免浪费，你转身将那些被绑好的人全部带走。与其死在这猥琐蛇的口中，不如成为我武道之上的助理。想来你们的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笑出声吧。随后将八鲲蛇王打成重伤，然后发现吞噬他的血缘竟不弱于世人。求求你别砍了，这八鲲蛇王是我们祖祖辈辈相传的命，你把他给砍死了，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很简单，我把你们灭族不就是了？这样就不用担心以后该如何是好了。这一夜，致使3000年的皇族纯血们尽数绝灭。最终，你将八鲲蛇王噬尽，你的刚劲宛如实体，可附着一层在身上，坚硬无比，也可定死士兵刃，经久不散。如今你根基增幅达261，资质加成6.8倍，血缘融窍法圆满。这一日，你登临此世武道绝巅，为盖世大宗师。模拟第19年，你成为了这片大陆的王，兴致到了就灭个城，洗个村，要么就是静静打入。你虽然达到了大宗师，但是下一步是什么，你便无从得知了。你在这片大地中穿行，发现这是一块独立的巨岛。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行走各地。模拟第21年，你在一处天然巨大陷坑内发现了地下生态。这处陷坑在神话中通往死者所在的地界。你下越千丈，看见了一名潜修的大宗师，他的境界没你高，是一名自己一人探索武道的苦行者。你失望地将他秒杀，然后开始考虑是不是要回到3类。唯一的问题就是大海太过广阔，你依稀记得曾在海上漂流1年多的经历，不想再忍受一遍孤单。然后你这把如达摩克里斯之剑的魔神发话，召集所有民众为你填海。正常情况下不应该造船吗？填海是什么鬼？血缘融窍法除了影响精神外，还会影响到智商。接上级模拟，你召集所有民众开启了填海行动。模拟第28年，填海工程每年都会累死大批人。这些年你开始推导大宗师之后的路，7年过去，你一直摸不到头绪。模拟第30年，大海中已经被铺出一条上百里长的道，但这条道路已接近极限，每天光是维持修补就占据了10000公里。你看着自己的大路连接带1个月，才往前补了10米，勃然大怒，抓起军主。你这蠢货，不知道海是填不干净的吗？你不会造船吗？大人，上一个提醒您造船的，因为质疑你的伟大填海工程而被你杀尽一切血脉亲人了。模拟第31年，一艘绝对坚固的超级大船出现在沿海海岸，你带上120名船员。你们是最幸运的一批，将要跟随我，见证我去征服其他的文明。出海第10天，你手痒，船员被你屠光了。模拟第32年，你一边行驶在大海中，一边手痒的在大船上翻来覆去，最终只能跳入大海中，对着鱼群瀑布乱杀。模拟第34年，你终于又看到一片陆地轮廓，你冲出海岸，眼前是一片碧绿的草原，并且远处有炊烟升起，你兴奋的一塌糊涂。有一只恐怖的怪物在向王庭进发，居然将客人拦于城门之外，该杀！什么妖魔竟敢闯入黄金家族的领地？长生天啊，沙漠不，你不是沙漠人，这种面孔，你是极东之人。极东之人为何会来此？
天魔，天魔！不去，不去！你似乎忘了自己是为何而来，现在满脑是饭。我今日心情好，屠城不杀低于此见者。你将剑瓶放到地上，然后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全城没一个符合要求的草原人？你在干什么，混蛋！快把刀立起来啊！你一路向东杀个不止，草原中的高端战力几乎全折损于你一人手上。逐渐的，眼前草地沙化，你进入了沙漠中。貌似是上一次模拟，就是被某个大型沙漠部落的祭司给一巴掌拍死了，提前结束了一生。报仇，必须报仇！你连找数个部落，终于发现一个可以交流的巫医，他带着你到了一处数百沙漠部落之上，看着不远处的大型祭坛，你满意点头，然后随手干掉带路巫医。我都放过你部落了，只杀你一个算便宜你了。单枪匹马冲入该部落，毫不掩饰的你不过片刻就被祭司们发现，但他们绝大多数都只是武士。9位宗师与一名无上大宗师正在祭坛内部潜修，突然头顶传出轰雷巨响，他们随时就看到你在破坏神圣。你与他们交手，你瞬间将那9名宗师秒杀，甚至那大宗师你都觉得不过如此，太过衰老，生命力流失太多，其战斗力只能算半个大宗师，甚至比大御天明神弱太多了。你杀死了所有祭司，站在破损的祭坛上宣布：我不杀低于此见者。好奇怪啊，为什么部落里还是一个符合要求的人都没有呢？沙漠之行也结束了，是时候回老家了。我真想见一见三国中的大宗师，迫不及待的要和阳耀门那位赵元叙一叙旧啊！等等，大庆303年，一魔降世之年，这些更是精彩中的精彩了。接上级模拟，你将西漠屠戮了一遍，然后朝着三国地带进发。5国5星岛，一尊类似人形的恐怖生物刚刚将岛中数万平民撕碎，正静静坐在一处地方，已经半日没有行动。5国众人早已发现他的存在，但不敢妄动，他们围成一团，焦急地等待大宗师们的到来。先一步来到外围区域的是你，你丝毫没有掩饰强悍到了极点的神力和刚劲，周遭100米的人即便背对着你，都能感受到一尊恐怖存在的出现。前辈，您不等待其他无上大宗师的到来吗？您就这样一个人去迎战那一魔，会赢吗？包赢的。能令你放开手与之一战的对手就在眼前，你已无心收割外围这些资粮，而主菜就在前方。之前欺负草原和沙漠那些菜比实在无趣，一个真正的闷就是要与能和他匹配的敌人一战。有趣，没有元气的波动，却可撕开下界大气。难道我竟如此幸运，遇到了未具备圣体的人族？元气、下界、圣体，杭白又发力了。这只一魔果然是从某个更高等世界误入此地的。而且元气是什么？比刚劲更上位的能量吗？你与一魔的战斗是这个世界几千年以来最为登峰造极的战斗。没能让一魔大人使出全力，真的是太抱歉了。你这个人类令吾愉悦，吾大概100年都不会忘记你吧。只是太可惜，此人并非具有某类圣体，而是用旁门手段提前进行了洗窍。5国7位大宗师到达战场外围，5国众人大喜过望。一魔并没有给你致命一击，他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你用衰减了9成的刚劲护住伤势，趁势图拼。而不远处，大宗师们信心满满的围住一魔，只有你知道，死兆星笼罩在他们的头顶。你和一魔硬拼20多个回合，还被抓住破绽撕成半身人。而这些大宗师一交手，不是被秒杀就是受重创，仅仅出手几招，7名无上大宗师尽数身亡。7个菜比，坚持的时长都没我一半多。你没心没肺的嘲讽了一句，然后才发现下半截身子拼反了。7名大宗师死的突然，周围观战的众人面色惨白。然后你看到一魔双爪黄舞，将那些宗师一个不留。他将一滴魔血拿出。你能抵挡住魔化吗？今日你被转化成了人魔，一种古老尊贵的血液在体内流淌，时时刻刻将你的身体改造得更强悍，连灵魂都被侵蚀，将一魔视为主宰。你这个人类非常奇特，吾等古族转化你们人族之时，首先植入你对纯血古族的忠诚，其次再放大你的杀戮之心，最后则要弱化你对曾经的族群认同感，不再具有种族同理心。但吾只在你身上进行了第一步便够了。你遵循一魔的命令，作为一名实力强大的传话者，将他的体力传遍3国，让所有人类臣服于他。你先去了离湖城，想服了白水武馆，然后发现这座城半个月前就被一魔杀空了。你又去了阳耀门，结果人走茶凉，他们那位大宗师被一魔一掌秒入后举中搬迁了。
模拟第35年，异魔不允许你去招降人间了，因为你到达宗门和军队之后根本没有招降，都是直接开杀。模拟第36年，名为古朝的异魔国度建立。同年，你以给老大试试这批人菜为理由，将刚建好的一座人类职场扫灭，上万人丧于你手下。模拟第37年，异魔将你赶出了三国。你去这个世界其他地方寻找人族吧，别再来祸害我的养殖场了。模拟第40年，被派出去的人魔在沙漠中也建立了势力。模拟第42年，草原也建立起养殖场。这是我先前所不知的情报，原来异魔正满世界乱跑呢，也难怪之前反抗军崛起后，异魔反应不大，区区一小片地区的反抗势力太微不足道了。你被异魔赶出了三国地带。模拟第46年，巨岛地区也化为了养殖场。如今你只晓得每年根基都在上涨，忘了计算时间，忘了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时代之子崛起。而你在巨岛上精炼血脉，更不知道正是今天名为白县城中有星星之火被点燃。模拟第51年，绝世天骄北辰光和异魔一路战至东海之中，你还在巨岛区域精炼血脉，只是在某一刻突然感觉浑身轻松，身上仿佛去掉了一层枷，体内异魔骨血的精炼速度也在提升。模拟第52年，一名人魔同僚找到你，说他太久没见到异魔出现，怀疑异魔出了问题。模拟第56年，数名魔学者与人魔漂洋过海来到了巨岛，他们找到你。5年前，魔皇与一个人族大宗师相互战斗，战场一路延伸到大海之中，我们甚至都追不上去。而现在人类可以提取魔血用来锻造神兵，他们全副武装的宗师就可匹敌我们这些人魔高层了。他们在三国地带被打得节节败退，并且本能感觉头顶上面的那只异魔已死，没了主心，便想请你出手。什么？异魔死了？原来他已经死了，和那个北辰光一起没了踪影。其余人魔看你如此兴奋，还以为是因为异魔不在了，没人阻止你杀戮这些人才，所以才如此欣喜。但他们猜对的是，你欣喜确实没人阻止你杀戮；猜错的是，杀戮的对象不止人族。你在他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忽然临阵起手，在场的人魔跟魔血被你当场秒杀。这个世界真正失去了可阻拦你的存在，就算是身披魔甲分尸，你也可以将之压趴在地。大哥，别杀我，我送你个礼物。哎，子良，你换新手。八尺后代。模拟第58年，你亲手葬送各地的人魔、魔血者、魔化武者，精炼血脉成功，化为纯血骨族。你踏上了古族超凡体系的道路，你不再做人。模拟第70年，你在东海中奔行，狩猎海中各种巨兽。随后，你凭借着强悍的身体能力，感觉到空气中蕴含有某种奇异的能量。你在这片区域的正中心，海下100米处发现了源头，那个东西美丽又玄幻，脆弱又迷人。你情不自禁向那洞开门户伸指。你遇到了阻碍，一重高密度的物质挡在你的面前，这些物质令你的身体欢呼雀跃，这是生命追求进化的本能。而这是凝聚为实体的元气结晶，但是你却无法利用这些元晶，只能吃下获得能量的补充。不能吸收就算了，真正重要的可不是这些元气结晶，而是空间通道后的新世界。如今的我撕裂钢铁如热刀融黄油，区区元气结晶能奈我何？半个时辰后，你只刨出了不到半，而那处凹陷也慢慢修复了1/10，你破坏元晶墙壁的速度也就比它自我修复要快上那么一点点。这飞升通道一定很危险，尽头肯定藏着个狩猎者，专门猎杀飞升人士，傻子才飞升。对，葡萄就是酸的。模拟第76年，这片世界已经没人可以阻止你的疯狂，你就是随意移动的天灾。模拟第80年，你确定整个世界的表面积是你前世地球的6倍。模拟第91年，你的刚劲早已完全化为纯粹的肉身力量。这次你再次对元晶墙壁使出了疯狂乱抓，1个小时后被凿出可以挤进大半个人的凹口。这太离谱了！我的战力虽然还是比不过异魔，但也绝对达到了先天。难道先天还无法飞升上界，必须是天人吗？模拟第101年，这个世界被你摧残的千疮百孔，平均每年都要有上百万人死于你手下，活着的人们在废墟和大地上仓皇求生。模拟第126年，天元第74纪2995年，第4人魔战区，人族取得阶段性胜利。与此同时，第21将向第4堡垒请辞。我要去找一个人，去找月离姐。我操，这给我干哪去了？什么叫天元第74纪2995年？还是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旁白？但跳的也太远了吧！模拟第128年，你再次尝试开拓飞升通道的元晶，这次你凿开了2个身位的大小，但最终还是无奈放弃，选择离开。模拟第129年，这个世界的人类已经所剩无几。某日，空间通道的另一端，大片的元晶消散，一名神秘存在从另一端的高等世界降界而来。接上级模拟，你已当世无敌，但天上人。你还在吗，月离姐？北辰光来到大陆，发现人类少之又少。明明都知道用魔血断冰了，为何人族竟是一副战败的模样？3日后，相隔上百里，你发现天地都在异动，一位极致强悍的恐怖存在向你逼近，空气瞬间化为凝胶，将你粉落。你拼命爆发，凝固的空气被你崩开，你冲出这片天气囚笼，但又一小会，这位恐怖存在又进了线。这只遗留下来的异魔居然有先天层次。月离姐，
相隔40里，北辰光再次出手，你脚下的大地忽然隆起，如同数十只手掌堵住你的一切去路，最终你被无数只眼掌困顿。你曾经也是人类，而心之必死的你毫不客气。是又如何？你能把我转化回人族吗？那我倒不介意杀魔。哼哼哼。你知道你至今杀死了多少人吗？你还记得他们每个人的面孔和名字吗？你还记得吗？你记得你自己至今为止吃了多少粒大米吗？你记得每一粒大米的形状吗？你会为大米取名吗？北辰光没有再说话，他将你的四肢碾成泥，没有当场杀你。你被他带着来到东海，已经修补好近半的圆晶墙壁，被他一拳轰开。你被封闭了感知，来到了上界。模拟第131年，你感受到有能量物质注入体中，你终于重见天日。你看到了北辰光身边还站着几名人物，紧紧将目光投放至他们身上，你灵魂深处都感到恐惧。然后这些人使出了你无法理解的手段，你的灵魂被生生从躯壳中抽出，你被点上了魂灯，日夜受到煎熬。模拟第171年，北辰光发现你灵魂似乎有某种特殊之处，居然没比一开始要衰弱得多。模拟第193年，你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只知道自己时不时被折磨，并且一直受到火焰的灼烧。模拟第287年，一场大战波及到了你的魂灯破灭，你彻底烟消云散。你死了。本次模拟结束，请选择以下奖励传承。这6代老云丧尽天良，滥杀无辜，我不屑与之为伍。但继承的奖励是无辜的，我发再大的火也不能发到他的身上，不然不就是伤及无辜，和模拟中那大魔头没区别了吗？即便选了2，我就可以瞬间拥有超越大宗师的先天级战力，但朱宝文目前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说不定可以感应到古族气息，而那时我就死定了。再加上我更不想头顶尖尖智力低下。选择根基，选择根基正在发放。明明武道修为没有一丝波动，但体内的力量却在疯狂上涨，而我的根基增幅如今成了本质增幅，对我的生命力、资质等要素全面增幅。我还是得注意点，不能在第1步都没达到就被第3步的朱宝文发现，从而改变历史进程。一门全新通用，不会被现存宗门追究的宗师级武学害手。血缘融窍法则是个定时炸弹罢了，下次模拟就先练天河流转，以我目前的战力，天河武馆不至于纠缠到底。在上集中，你继承了模拟287年的根基，你的根基质量达到质变。小2退房。在上一次模拟中，清河帮那些人还挺老实的，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刺杀新帮主。这次本钱意外的雄厚，比上回高1倍多，而且吸取了教训，应当不会被追杀，到时候安稳练级，活得像是个人样。开启第7次模拟。丁，本质减1，当前本质530。模拟第0年，你前往清河帮，继续当自己那作威作福的清河帮帮主，同时一边转修天河流转。模拟第1年，天河流转小城，你放开限制，清河帮的势力开始扩散，一路横冲直撞，对上了离湖城的白水武馆。清河帮与白水武馆定下了3战2胜的约定，择日比武。你深知手底下这群人没那实力，所以约战前一夜，一个神秘人冲入白水武馆，对着各个弟子一顿猛揍，个个手折腿断。没3个月，别想下房。武馆主白江河范儿出手，曾经的他能与你轮战几十回合，可现在他也只撑了几个回合就断盘飞。1刻钟后，你悠然离去，整个白水武馆没有一个能站起来的。次日，你带着清河帮众人主动敲锣打鼓的上门迎接白水武馆。哎呀，发生什么事了？白馆主你怎么这么惨？不会是昨晚走夜路被人敲闷棍了吧？你们嘘寒问暖，主打的就是一个友谊第1，比武第2。不知贵帮派可否延迟比斗，待2月之后再行比武之事。跟你脸了。一个脏腑极颠都没完成的一流，这种无理之辈平日里早被我一巴掌抽飞了。但白江河现在双臂皆骨折，连自己媳妇都干不过，只能假装没听到徐若海的话，只盯着。我们清河帮行事光明磊落，从不落井下石趁人之危。不过你们既然需要2个月时间的休养，那这2个月清湖那一块就由我们代管了。自然自然。2月后，夜黑风高之时，白江河正在与几名弟子商谈。这清河帮虽然不懂规矩，但帮主多少还算个人物。听闻年纪轻轻便武功不俗，明日你们给他们留点面子，前2局就稍胜一筹吧。然后他们又听到了熟悉沙哑的笑声。白馆主，好久不见。再蠢的人也能看出这不是巧，他怒吼一声，清河贼子就冲了上去，然后还未痊愈的身体又一次倒飞出去。次日，你们再次上门。天哪，又发生什么事了？这白水武馆看来品行不怎么样，不得民心啊，否则怎么全馆都被人敲闷棍敲个不停？对呀，云寿大哥，这武馆的人怎么老是被打，还不如咱们帮呢。见周围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武馆名声大损，白江河气得直吐血。你敢说昨晚那个黑衣人不是你？当然不是，在场的所有帮众都可以证明，我昨晚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你的意思是说，你们20多个大男人昨晚一起睡的？
那咋了？这不显得我们老大平易近人，咱们帮派兄弟关系好吗？人在做，天在看，你真以为行那种事没有报应吗？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几天后，你听说白水武馆搬离了离湖城，内心有点失望。你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但几天后就有一名强大无比的武者打上，乃是赵元，阳耀门的宗师种子，以凝聚武道意志，自言听闻清河帮有个无恶不作、卑鄙下流，所以特意前来教训一番。原来这狗东西本来就和白江河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为了不让云六加入阳耀门，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追杀其奔逃数百里，最后脑袋尖尖的经历还历历在目。赵元从小到大都是天才，18岁一流，26岁的武师，是他那一代的大少侠，他一直很骄傲。当他听闻你这个少年武师时，都没有放在眼里。但他在你面前连10个回合都没撑着，你将他先倒在地，他变换的脸色比过去10年还要多。不会吧，不会吧，堂堂阳耀门的宗师种子就这么软弱吗？连站起来都做不到了吗？半分钟后，你把头缩了回去，赵元的表情有些丑陋了，一时的快感后人就到了贤者时间。你感觉他那张脸实在反胃。在上级模拟中，你再次与害死你前世的罪魁祸首相遇，并将他打趴在地上。现在确实还不能彻底将阳耀门得罪死，不能干掉这家伙，甚至连废掉他都会引来宗师。哼，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将赵元关在清河帮的一处密室内，让他体验了半个月的终极无语。希望那个大夫有学过肛肠科。小赵，你应该感谢我，不经历终极侮辱的人是无法获得终极力量的。你觉得自己这人就是好心，别人都欺负上门了，你反而送给他一场大造化。年底，阳耀门没有宗师前来找场子，只是传来一封信，希望能在明年的少年英才大比上见识你的风采。模拟第2年，你叮嘱徐若海好好看家之后，向着这一届少年英才大比的举办地点行去。你来到四断崖，发现投射在你身上的目光非常多，有恶意、善意还有古怪。看来我翻赵云之后，又叫其他人把赵云翻的事情已经传开了。你经历了阳耀门2流武者弟子的冷嘲热讽，主持大比的武师质疑，高高在上的宗师轻笑，你觉得这下对位了。然而整场大比没有一个对手可以撑下你的第2招，因为第1招收了手防指，一下子把对方打死。你断层般的强大，举办方流星宗的一名宗师得到你的允许后，测了一下你的武道资质，半晌后，他得出了个结论：前少有古人，后难见来者。就算翻遍迄今为止的所有记录，也唯一人可比拟，那便是800年前的宁帝。大比结束后，无数势力向你伸出橄榄枝，但他们打听你师从一名神秘师尊后，基本都熄了念。流星宗宗师邀请你在流星宗当一名挂名执事，不用干事，但俸禄照拿。等你成为宗师后，还会自动晋升为挂名长老。他们没别的要求，只是希望你登临武道高峰之后，能够关照一下流星宗。模拟第3年，有很多散武者想加入清河帮，不少都是2流，连1流也不少。你欣然接纳他们。小海，你要努力啊，不能让位置被别人给顶了。没你的事，玩去吧，老废物。模拟第4年，新入帮的武者退了大半，因为势力来不及扩张，导致他们拿的福利还不如去别的地方混多。你有点红温。每名退帮的武者不仅加收退帮费，并且半夜你还要化身蒙面恶徒去殴打一番。江湖第1大情报组织金凤楼对你的资料描述增添了一句小金眼，被清河帮退帮人士暗中称为真眼云。模拟第6年，一名2流武者路过渔村，打死了一个渔民。那位叫你云寿大哥的宋小虎与其发生争执，最终闹出惨案。你让那名2流武者死得很惨，之后你静静地坐着，看着宋小虎的遗体入土。这对本体来说只是一段简短的描述，一段虚幻的未来，但对你来说，这就是真实的一切。同年，你凝结了名为无限的武道意志，意为不仅仅让本体一个完美无瑕的未来，而是要所有的时间空间改变每一段虚假未来的每一次遗憾。模拟第7年，你21岁，再次登临宗师之境。1个月后，清河帮成员叫回了在城里正在与一朵星花血战中的你。帮主，右护法又要被那谁打死了，你快回去救救他吧。催什么催？不知道本帮主在忙着吗？你臭着脸丢下一把银子。你先自己续着，本帮主马上回来。帮主大人快去快回啊，人家会一直给帮主大人热着的。明明自己为了武道已经节制的不得了了，1个月就战一次3个时辰而已，居然还有狗种不知好歹的打断。一群废物，还不快点打扫干净！清河帮几代才盖起来的总部啊，这下要大装修了，那得花多少钱啊？花钱，确实要花钱，但花的可不是我们的钱。帮主，这一次他的处理方案是宗师不可辱。还是给你们4个来吧，小心宗师的精神震慑，记得给他药到神志不清，用50倍药。老大，他不会中途死掉吧？放开了玩，宗师命硬着呢。
那就好，嘿嘿，我的老宝贝，6年不见，你是越来越有味了。赵元再一次陷入名为终极侮辱的地狱之中，也不知道这能否令他更为强大。你隐约感觉自己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既然能被我忘记，那就一定不算多重要。接上即模拟，你再次踏入宗师之境。不久后，宗师宴召开，举办地点在青城，不止当地城主，就连附近各地的武馆、三国地带超过10家的宗门都来了人。帮主，那儿的人就是阳耀门的。宴会之后，真的还要把人还过去吗？那我就给他们送点瓜果好了。那可是滚！那盘玩意禁止再出现在我面前。你走在宴会全席上，突然你听到百花楼的人低声求着和你说上2句。不是，我跟你们百花楼现在人财两清，你来蹭我宗师宴干什么？云大侠，那个小蕊一直在给您问着呢，他那天之后都不接别的客人了，一直等着你，都晕过去好几回了。让他以后开启新生活，别总别念叨我，别。宗师宴圆满结束，刘行宗知道那位引导你走上武道之路的神秘师尊早就消失了，所以为了防止你走歪路，他们决定帮你引荐一名大宗师来进行指导。你欣然接受。宴会后处理了一些要事后，跟着赴宴的刘行宗一位宗师、数名武师一起秘密出行，向宁国前进。宁国顺着一条大河走，你们一行人发现了一间茅屋，独居着一位怪老头，而这位怪老头却是这个世界绝巅人物之一，称为姜老。你与他交谈许久，才明白大宗师分为2条路，为世间人、天上人。世间人这条路走的是本体战斗力，以自身力量为引；天上人则是要感悟天地自然，可借用天地之为力。而绝大多数大宗师是2条路一起走，世间人进步速度稳定，而天上人往往枯坐数十年，半点感悟也没生出。一旦有所进境，便能感应到天地自然的能量流动，但只有天人交感，达到极致才可撬动这些自然能量，届时对实力、寿命等都是猛烈的升华。谢过前辈指点，晚辈受益匪浅。同年，少年英才大比在阳耀门举行，你以刘行宗长老家清河帮帮主的身份前往，不是参赛，而是观赛。你年轻的面孔已经压过了这一整个世代。模拟第8年，清河帮的势力膨胀的极快，不少新鲜血液注入其中。你认出有些人是当初来了又走的，把他们踢了出去。不过由于缺乏高等武学，导致帮众人虽多，但总体实力不高，绝大多数为2流。模拟第9年，你再次与朱宝文相遇，在小荷塘里也能出一条蛟龙嘛，也算是可以了。只是终究没抓住真正的机缘，只有极小的概率才有机会跳出池塘，给见新天地啊！原来这种资质已经可以引起他的注意了，还以为得等到北辰光或者血元融窍法开创者那种程度才行了。你听到朱宝文的话，顿了一下，然后直接冲了过去。这位前辈，你难不成认识我那位师尊？不是，我就随口一说，体验下无知世人看不出我乃盖世强者的暗爽感。你怎么就突然冲过来了？这位前辈，您其实也和我那位师尊一样，也是来自于上界吧？你这年轻人在瞎说些什么？老头子，我听不懂。我师尊当初就是那么说的，他当时也说我是小水塘中的蛟龙，想登临武之极巅，必须跳出水塘才行。这巧合的过分了吧？但真相若非如此，似乎也没别的可能了。竟无详谈吧。你的那位师尊，他有没有提到过我？这几年他并没有感到周围天地元气的异动，方圆200里若有先天以上者出手，他定能察觉出动静。方圆200里，这些安全距离清楚了，下次继承就往青城外跑500里。你摇了摇头。师尊没说其他人，但是师尊告诉我，他的武道修为被称作至尊。你只看到朱宝文浑身一震，房间突然天摇震动，但只是刹那间就稳定下来。看来这里土质不好，方才地震了。明明是你控制不住力量外泄了吧？从朱老头的反应确认了一点，他在至尊之下，再结合前几世的信息，他现在是武道第3步，极大概率是霸者。你确定了朱宝文不会超过至尊，假装没看到他刚刚的事态，继续套取需要的信息。果然，天上人的路线才是对的，而可以真正调用这些元气时，就是真正的先天。而在你继续的套话中，你也清楚了上界确实存在与人族为敌的魔族，而且上界大陆无比广阔，以亿里为单位，还有灵族、妖族等，有的与人族交好，有的与人族为敌，而至尊境在众族中也是顶尖的存在。通过交谈，你得知了上界的情报。你异于常人的武道资质，对你最大的帮助就是让你更轻松地走出这个世界，但绝不能以此为资本，那会令你止步先天或天人。朱宝文告知了你很多，你心中默念，让本体给他加10分。模拟第9年年底，流行宗的李天兵成为宗师，你送出贺礼。模拟第10年，庆国第1大宗道宗向你发出邀请，表达出善意，你选择前往，终归是一份心意。这大宗师低指点，10分低珍贵。听了指点后，你要为我道宗效力100年才好，懂？锦上添花终究比不上雪中送炭，大宗师要注意的点，姜老已经给你讲述，就连先天和天人境界朱宝文也传授于你。幽默道宗，害我白跑一趟，守着你那点扑大宗师指点去吧。
模拟第11年，朱宝文跟你告别。这2年你和他关系打得不错，他现在离开时都会和你说一句。等朱宝文飘然离去半刻钟后，你突然往东海奔。空间通道愈合的一定要慢一点啊！你跨越珊瑚江源，人速之下简直晴雷遇电，只用了1天时间就来到东海之畔。但你还没到上一世的补足之身，能感应到元气那一步。终于，你潜入海中，发现一处地方有着不少的海中异兽，不乏宗师站立着。但他们看你与之前的强大老头是同族，便主动让路。你看到空间通道内空空荡荡，但上下左右的元晶却在以极缓慢速度增生。半尺。操，怎么会这么硬？是内伤，他一定受了内伤。他现在正在撑着不碎，里面一定满是细密而肉眼不可见的裂纹。你再次汇聚全力打出，你左拳也同右拳一样骨骼尽碎。放弃吧，宝，打不破的。你躺在船上，你的4肢骨骼尽碎。好在你不是普通的宗师，1个月内可以痊愈。在大海上，你用刚劲推动船只，逐渐回到沿海村。模拟第12年，道宗开始在各种小方面刁难你的清河帮，你的不少产业都受到打压，可用武道资源有所衰减。道宗再次传来书信，表示他们真的很看重你这名天才，只要求你乖乖加入道宗。这逼养的道宗，真以为我练武靠资源吗？泥人也有3分火，就算实在走投无路了，我还有巨岛上面的神银之水。根据我之前记下的信息，他们当前储存的神银之水可以堆出来10名以上大宗师，我用完了都还会有剩，何不赠与友人？你找上了流星宗，告知他们通过师尊得知神银之水的消息。流星宗对此大为感激，征得你的允许后，为以防万一治不了巨岛上的皇族，又请来2位大宗师坐镇，一名是指点过你的姜老，一名是姜老的女儿。你们开始渡海，由于不知道具体方向，你们选择硬找。巨岛体积相当大，应当不算难寻。半月后，你们踏上陆地，你看见连绵草地。别慌，巨岛上面也有草地。然后你们看见几个身高1.98米的络腮胡猛男路过，你们转身抬着船换个方向讨海。又过了10多天，看着海边那些身高不足1.5米的小矮人，欣慰一笑。我们到了目的地了。你们经过了1个月的磕磕碰碰，终于来到了神经。上一世你到此地只是一味的图个不停，给神经去城市化，这次才能真正一睹这座城市的真貌。你们6人在这座城市中走动，发现这里的居民精神扭曲，将神世家的苦难视为一种赐福。看着种种令人作呕的景象，姜老当场就出手了，一掌刚劲拍出，将神世拍成血雾。而从神居走出一位神明，长啸一声，森白劲气浮现全身，然后也被拍成血雾。卧槽，这老太太真飒！事情一下子闹大了。周围数条街神明齐聚，而这些从2流到5师的神明，通通被姜老拍到地上，半死不活。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又一名4肢细长的竹竿怪人出现。哟呵，还是上次模拟中遇过的熟人。竹竿怪人阴冷威压释放，但下一秒就被你们6人反屌了。不远处传来的喧嚣声开始减弱，突然一名白色胖子走来，叽里呱啦的和你们说了一段话。见你们没反应，便换了一种语言。各种客人远道而来，是我们失礼了。之前发生的事都是误会，还请客人们随我而来。这地方居然有人懂3国语言，而你却想通了音游。这些皇族号称可以与天界神明交流，原来指的就是会3国、沙漠等多种语言啊！你们展现实力后，惊动了巨岛地区的皇族。各位实力高强，至少也相当于我们的正位神明，甚至是大神。但你们想不想更进一步？很简单，只需要你们为我皇族效力，不仅可以封得神明之位，更是每10年可一滴神银之水。我不想听了，我们难道是为了和他好好说话才过来的吗？他话一落，你们6人同时出手，刹那间方圆10丈被清空。把这个胖子留下，以防万一，留个翻译官好说话。你们6人在天元峰上横冲直撞，这里是皇族常居的地域，停留的强者并不多。没一会，你们就将几百名皇族控制起来。翻译官告诉你们，能够掌握神银之水的人一滴，可从我们这坏3个人，不要想着服用神银之水快速变强来反杀，除非你不想让你们的皇族延续下去。我们也就抢这一次，之后就会离开。接下来200年的时候，足够让你们造出2个大神，完成清洗换代了。别忘了，3000多年的皇族可不能毁在你的手上啊！最终，在翻译官的转告下，皇族放弃了挣扎，他们用了99滴神银之水换了297人，其余5人一致决定，先将最纯粹的神银之水给你使用。仅仅2个月，你再次突破宗师壁垒，成为无上大宗师。你看着镜中雪发银眸、皮肤更白的自己，陷入沉默。也不是不行吧？确定够用后，其余众人也开始使用神银之水。模拟第13年，你们6人在天元峰出关，每一人皆是宗师大圆满。你们运输着大量的物资，在海面上狂奔，最终你们回到了大陆。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大家都是大宗师了。李天兵不自禁感叹，他5年前才成为宗师，宗师资历甚至没你长。此时，清河帮势力进一步缩水，你忠心耿耿的右护法徐若海又被人打了。是一名道宗执事指出他出言不逊，因为你的失踪时间太长，并且最后的消息是你前往了宁国，还和流星宗数名宗师消失不见，甚至太上长老同一时间段有所异动，所以他们急了，对清河帮的打压从经济上升到些微的武力。
你宛如神人凌空虚度，回到清河帮。帮主，你好宽心，怎么一去便许久，把我们皆丢在这里，念念不忘都是你。近来那道宗强占我们清湖之地，是右护法舍生忘死与他们争斗，然后便被那一武师折了右臂，至今未愈。这一日，6大白毛大宗师巍然道宗，你们遇上一个拍飞一个武师，及以上无一幸免。你们冲入道宗深处，一名感悟天地的道宗大宗师出场，但很可惜，他比不了在场任意一个白毛。你将他一顿好打丢到广场上，把那个伤了我右护法的家伙拉出来，还有其余涉案人员。你提着道宗执事和相关人员离去，将他们关在清河帮的一处密室里，接受了惩罚。模拟第14年，你毫不吝啬地将神鹰之水赐下，清河帮的中高层战力水涨船高，就连徐若海卡了10多年的瓶颈都顷刻间通彻，瞬间暴涨到武师境界。模拟第16年，你发现道宗没有宣布召开宗师会，毕竟之前才被6白毛给围殴了一顿，一个历史事件被改写，你现在已经可以左右这个世界的历史和未来。模拟第17年，战争没有爆发，或许是失去道宗的帮扶，庆国放弃挑动战争。模拟第18年，你把帮主之位传给徐若海，自己出门浪了。模拟第22年，你参考石壁上的血缘融窍法，想将之改进为可吞吸元晶墙壁的武学，最终以失败告终。模拟第25年，你39岁，本质达到555%，你感悟各方自然不得寸尺，索性来到东海的空间通道处，从最本质的元气开始感应。模拟第33年，你毫无收获，你看着飞升通道中足足数十米厚的元晶墙壁陷入沉默。即便是现在的我，全力一击也只能造成细微破损，而一魔，它却可以一点一点地击垮这层壁垒，这是绝对绝望的力量。你打算回到三国地带，召集各地大宗师，好好商谈一下。模拟第34年，你将大宗师之上还有更高的武道境界的消息传遍天下。2月初，三国各个宗师及以上大多云集清河帮，但你告诉他们大宗师之上的路先略过不提，重点是另一件事。世界之上还有世界，武道达到某个境界后，便可超脱我们所在的这个下级世界，去往武道更为繁荣昌盛的天地。我的那位师尊这些年消失不见，就是因为他回到了上界。而前些天，师尊回到小世界告知我，说在上界中，人族和一种成为古族的异魔生物发动了战争，人族败退。师尊原本要带着我离开，但我不舍得这里，不愿意走。那云宗师，上界武者都败退了，那我们还怎么抵御古族异魔？你将异魔的信息与魔血断冰一事道出，然后再把先天及一些特殊之处讲了出去，来增加自己的可信度。听完你的讲述，在场很多宗师如痴如醉，更有大宗师目露向往，有人已经完全相信你的话。你们成立了猎魔会，你暂代会长之位，等到异魔真正的出现，便就此做实此身份。